全球失潮，人类变成丧尸，幸存者觉醒异能，羚羊觉醒了空间异能，所有物品在空间里静止，意味着食物可以永久保存。末世中，一包辣条能买10几条人命，一罐鱼子酱，城主夫人陪你睡，一箱自热小火锅，能雇佣一批顶级异能者夜袭城主府。上一世，末日降临后，羚羊把陈子琪这个青梅竹马送回魔都，没想到陈家恩将仇报，把他关入地牢中，受尽酷刑折磨。当年你父母的死是我们陈家干的，你父母死了，你们林家的财产就全是我们陈家的了。若有来生，定要将陈子琪千刀万剐，更要将陈家所有人赶尽杀绝。陈子琪，我要你死！怒吼间，羚羊在寝室的床上猛然惊醒。难道我重生了？2046年5月27日，距离末日开启还有1周。羚羊拿出母亲生前给他留下的玉佩，意识移动，进入了一个超大的白色空间。居然是玉佩，可这玉佩在上一世根本没有觉醒。他再次意念移动，出了空间，看下时间，没有流逝。时间静止就意味着食物能够永久保存。没想到我重生一世，老天爷还如此眷顾我。陈子琪，陈家，你们做好准备迎接我的怒火了吗？陈子琪人长得漂亮，舞蹈专业，是云城3大校花中最受追捧的那一个。此时羚羊来到舞蹈室。羚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渴了，你去给我买杯奶茶。这一巴掌为的是上一世仇恨，但它并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你打我干嘛？跪下！羚羊，你疯了是不是？羚羊没有半点怜香惜玉，上一世陈子琪在地牢中将他折磨成那样，现在不过是收点利息罢了。好痛，救命！陈子琪，去年你霸凌同学在天台上推他坠楼身亡，你要是不想自己杀人的事情曝光，就给我闭嘴。这件事明明被家里压下去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份视频现在就在我手里。羚羊，你想怎样？我要的很简单，10亿，外加跪在我的面前。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一个林家遗孤，手里无权无势，凭什么敢威胁到我的头上？陈子琪，我林家的产业是不是不好吃啊？明明你们已经把我林家的高管全部替换掉了，但在做事的时候却还会遇到麻烦和阻碍。好你个羚羊，你居然敢设套坑我们家！你们杀我父母，夺走我父母的所有心血，居然还敢反咬一口！我林家在魔都还是有心腹的，我手里的一个视频就足以让你家家破人亡。陈子琪咬牙切齿，但又无可奈何。林家的关系网，就连他们陈家都挖不断。龙国银行到账10亿元。羚羊，10亿已经给你打过去了，视频可以给我了吧？急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们陈家会不会派人杀我？视频还是多留几天吧。羚羊转身来到了云城最大的粮油批发市场采购物资，大米2.5元1斤。羚羊手里的10亿足以买下20万吨大米，但云城巅峰时期粮食的储备不过只有30.5万吨，想要一下子买下20万吨大米，根本没有这么容易。羚羊走进一家米店，把自己的需求告诉老板。小伙子，你居然要买下数百家店的物资？我给你3个亿，6天的时间采购，你所购买的物资找个地方存起来，不求便宜，但求最快。你没开玩笑？我时间很紧，没时间和你开玩笑。那你先给我5000万，我去帮你搞定。龙国银行。康富贵收到羚羊转的5000万，整个人都傻眼了。对了，老板，你要是能采购到大批瓜果蔬菜和肉食，也可以帮我一并弄来。林老板，敢问这些物资您要多少？不多，6个亿。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的保质期比较长，可以在后面慢慢收取。但水果生现在末日中堪比黄金，所以必须一次性多买一些。康富贵打给其他同行，让他们火速往市场送货。而羚羊被康富贵的女儿送去5星级酒店休息，这个女人懂事得很，还主动把灯关了。另一边，刘坤接到一通电话。你说什么？羚羊居然拿着陈家给的10亿，在云城大肆采购物资，立刻找人把这件事给我控制下来。要是我能把这笔钱追回来，必然能在陈家那边长脸。这么多年来，刘坤家和赵月龙家一直是竞争关系，谁都想从陈子琪家手里获得更大的资源扶持。当林子琪的狗腿子给羚羊找麻烦，便是一个机会。羚羊一早便安排康妙云去采购饮料和零食，自己则来到市场上查看末日物资采购的情况。市场上的人忙碌起来，羚羊的思绪却已经走远。上一世，刘坤仗着家里给的一把黄阶武器唐刀，在末日后快速崛起，而武器的等级分作天地玄黄。黄阶的战斗武器必须吃下1枚金核才能使用，如果是储物器这种辅助型的装备，则没有这个限制。同时，等级越高级的武器，对异能者的要求就越高。传说中，天阶武器有自己的意识，要是没办法得到他的认可，哪怕个人实力再强大都没用。得回学校看看刘坤的情况，最好在末日前把那武器抢到手。赵月龙正准备去吃饭，遇到了回学校的羚羊。羚羊威胁陈子琪拿到10亿的事情，他已经知道，下决心要比刘坤先一步搞定羚羊，拿到陈家更多资源扶持。羚羊，你现在挺牛波一啊！
一开口就有10个亿。闻言，边上路人吓得四散躲开。这一带，赵月龙和刘坤恶名在外，嚣张跋扈，人见人怕。所以呢，我劝你赶紧把视频交出来，你威胁陈子琪的10个亿也一并交出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赵月龙，视频我备份云端了，我出事，视频就会自动公开。呵呵，你还装悲伤了？10个亿足够你吃枪死了。好狗不挡道，你就别在我面前废了，省得给你主人惹麻烦。我要是一不小心把视频公开出去，你觉得你主人会如何怪罪？上一世，赵家和刘家不管是末日前还是末日后，都是陈家最忠心的狗腿子。陈家借着手里的资源，在末日后大肆招揽异能者强大势力，而赵家和刘家则是在陈家的庇护下成长。老子今天必须挫挫你嚣张的锐气。赵月龙，你又在闹事。此女名叫许茉莉，云大3大校花之一，自幼习武，最痛恨恃强凌弱，外号精灵公主。许大小姐有何贵干？该死的，这娘们怎么来了？上一次闹事被许茉莉丢局子里关了15天。你要是再敢当众闹事，信不信我让你几年内都出不来？这是我和林阳的私人恩怨。你欺负林阳的事情，全云大的人都知道。林阳怎么招惹你了，让你这么恶毒的欺负他？许茉莉上一世靠这一把龙泉宝剑保护学校的同学，我当时也受了他的恩惠。本打算这一世末日之后救他一命，顺便收入队伍，没想到提前遇到了。林阳，你要是有种，我们就自己解决。我看你就是欠揍了。许茉莉的武力值，连散打社那些人都怕。赵月龙被许茉莉的架势吓跑。该死的许茉莉，等老子抓住你，老子要你在老子胯下和狗一样。林阳，没事了，这是我的电话。赵月龙还敢来找你，就打我电话。许校花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大家都是同学，就该互相帮助。上一世末日后，赵月龙联合许茉莉的舍友，给许茉莉下药，并囚禁起来占为己有。你手里是不是有把剑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没有？你确定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快递我还没去取，我家给我寄了一把剑。我建议你随身带好那把剑，并小心你身边的人。林阳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，你的钱被人吃了。怎么回事？林阳让康妙云负责采购末日需要的饮料和零食物资，没想到被对方老板吞下了资金足足3000万。这件事都怪我，明明谈得好好的，付了钱，对方却突然不给货了。这件事背后到底是刘家、赵家还是陈家，还有待商榷。来接我了没有？马上到。林阳，对不起。没事，这件事因我而起，以你们家的势力，扛不住这件事也很正常。林阳将车子开入了仓库门口，刚下车就被一群人从仓库包围过来。为首的中年男人是老板。谁在我公司这么放肆？眼里还有没有法律了？货给我，我们相安无事，否则你死。什么货？你们签的是赔偿合同，你们因为对我公司造成巨额经济损失，所以赔偿我3000万。所以你们是彻底不要脸了。你要是想正常把货拿走，我也可以给你指条明路。第一，给刘少下跪，祈求刘少对你网开一面；第二，把你身边这个女人送我玩几天。你要他？林阳，我没等他的话说完，林阳就一脚将男人踹了出去，重重的摔倒地上，满嘴是血。你居然敢打我，你完了！你不是要赔偿吗？那3000万就当做对你的赔偿。没想到林阳在我和3000万之间会选择我。等刘少来了，你就死定了。男人叫嚣着，刘坤的车到了，还带了一批打手。警察马上就来了，你们别乱来。哟呵，这废物身边还跟着这么个大美女呢，把她给我抓过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别碰我！老子上一世被狮群包围都能杀出重围，更别说对付你们这群烂人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声警笛大作，一名英姿飒爽的女警花面容阴沉，带着数名警察下车。都给我住手！这个女人长得真好看，身上制服凹凸有致。林阳看到来人也呆愣住，柳若依他认识，是许茉莉的堂姐，警花级别的容貌，性子暴躁，眼睛不容沙子。上一世所有人组队离开云城大学后，许茉莉专程去云城警局救她，没想到世界这么小，这都遇上了。我要是没记错，她是叫柳若依吧？许茉莉的堂姐。你认识她？认识，而且我还知道，只要跟她提许茉莉的名字，那你今天一定出事。你以为自己算什么东西？许茉莉凭什么帮你？林阳直接拨通许茉莉的电话。许校花，我这出了点事，能不能帮我一下？是谁找你麻烦？是刘坤，报警了，凑巧是你堂姐来处理这件事。你把电话给我堂姐，我和她说。林阳把电话给柳若依。堂姐，打人的那帮人里有一个叫刘坤的，你之前抓过他。行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电话挂断，刘坤直接呆住。林阳居然真的认识许茉莉，他凭什么帮他？林阳，你别害我，不然我弄死你！你要弄死谁？刘警官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们不过是经济纠纷，可以自己解决的。刘警官，我在这里购买了一批食品，结果刘坤和老板联手把我3000万吃了，不给货，也不退钱，甚至还要求我女朋友陪打牌，这是录音证据。坏了，看刘坤这个紧张的态度，这个林阳身份绝非小可，不能赢。警察同志，我马上给他发货。林老板，我们这件事真是个误会，而且金额也算错了，
不是3000万，而是2500万。我正要退你钱呢。这件事是我错了，我愿意赔钱，可以吗？3000万。最终，刘坤只能带着满腔怒火给林阳转了3000万。康妙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一进一出，非但没有损失，还白拿了物资，甚至还赚了500万。小心这笔钱成为你的买命钱。处理完这件事，众人离开后，康妙云松了一口气。我老同学手里有一批低价食品，你要吗？有的话，当然要了。但晚上能不能拜托你和我去一趟？为什么？他以前追求我，被我拒绝，趁着喝醉酒，差点对我图谋不轨，我就怕他会威胁我。所以，你是要让我当你男朋友，和你一起去？是的。行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在林阳答应后，康妙云害羞的脸上有些发烫，而价值3000万的末日物资一下子就装了整整几十辆车，两人准备前往酒店。与此同时，酒店外，茉莉，就是这里，赵月龙托人找到我这里，说想和你谈谈。我和他有什么好谈的？你被林阳骗了。月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赵月龙给我发了一些证据，证明林阳敲诈勒索，而且数额特别巨大。许茉莉立刻拿出手机，点开一张电子凭证。看来这张凭证极有可能是真的，但这么大的事，林阳为什么不和我说？来订购低价物资的林阳和康妙云抵达酒店。林阳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赵月龙并没有叫林阳啊，林阳怎么知道我们来酒店啊？我有点事情来处理。许校花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看到许茉莉身旁的舍友时，林阳不由瞳孔微眯。很显然，林阳之前提醒许茉莉小心身边的人陷害她，她并没有当回事。赵月龙约我有点事，因为你和陈家的10个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说什么不重要，关键是赵月龙说了什么。许茉莉此刻主动提起，是给林阳一次解释的机会，她更愿意相信林阳。然而林阳避开了话题，带着康妙云来到春雨包厢门口，而许茉莉他们去的则是旁边的下注。此时赵月龙在包厢里不仅准备好了迷药，甚至还找了好几个打手。赵月龙，我们来了，你说吧，什么情况？许校花，我先让酒店上菜吧，咱们一边吃一边说。另一边包厢，一位青年笑里藏刀，看似和善的打招呼。妙云，这位是？陈达，这位是我男朋友林阳。陈达怒了，明明自己家的跨境公司资产突破30亿，康妙云对自己始终不冷不热，却对林阳态度如此亲密。陈总，我们谈谈那笔低价物资的事吧。这笔物资是你要买的？对，康家这2天采购物资也是因为我。康家这批物资以超数亿规模，背后的大佬怎么可能是林阳这样普通的人？这笔物资的处理权掌控在我手里，卖给谁就是我的一句话。那你想怎样？今晚你陪我去酒店，那么我可以把这批物资以市场价的45%处理给你。你别太过分了，用物资来威胁我，用我的女人来威胁。你敢对我动手，信不信我让你在云城地界上买不到东西？我信，我太信了。林阳手中力量施加，彻底将陈达压垮，整个人快要晕厥的时候，林阳终于松开了手。你们都给我等着，这是没完。另一边，许茉莉喝了饮料，身体却愈发无力，动不了，早该把赵月龙这个人渣弄进监狱的。你是不是没想到，有朝一日自己会落到我的手里？嘿嘿，我现在可要扒光你了！赵月龙兴奋地舔舔嘴唇，手刚伸向许茉莉的衣领，门被重重地踹开，打手被林阳丢到地上。林阳，赵月龙，你胆子挺大的，居然敢下药！林阳将椅子砸到赵月龙身上，一顿胖揍。此时打手倒在地上装晕。上一世林阳和丧尸战斗都是零失误的，这些打手连林阳的衣角都碰不到，与其挨打，不如装晕。救命！救我！你给许校花下药的事情，如果被他堂姐知道，你觉得自己会有怎样的下场？他堂姐要是知道了，金陵许家就一定会知道，到时候连陈子琪家都保不了我了。对了，你不是一直想要陈子琪杀人的事情吗？什么？陈子琪杀人？怪不得陈子琪愿意给林阳10个亿。这件事是我错了，你有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5个亿。林阳甩下一句话，抱起许茉莉，带着康妙云离开了。角落里偷看的陈达，眼中却蒙上了几分恶毒的报复。你刚才为什么丢下月月？还有陈子琪杀人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？陈子琪杀人就必须付出代价。至于你的舍友，今天就是他和赵月龙联手害你。怎么会这样？许茉莉好奇林阳为什么这么厉害，林阳不愿解释，重生是林阳最大的秘密，他不可能告诉任何人，因为这会导致他在末日后的先发优势不复存在。康富贵一通电话打破了平静。林阳，不好了，物资出事了。刘坤、赵月龙在林阳那里吃瘪，暗箱操作，鼓动食品物资的供应商们过来闹事，带头的便是陈达。就这点事，康叔别急，一切有我。要是我们没了仓库，货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啊！康叔叔，你看到我头上的伤没有？就是你那所谓的好女婿弄的，就凭这一点，我就可以搬空你的仓库，掐断你们购买物资的渠道。你搬嘛，仓库里15亿的物资，你们搬走便是盗窃，数额特别巨大，是不是要挨枪子？ 15亿物资，你别虚张声势。妙云，报警！
说有人抢劫我们仓库。羚羊，我都是骗你的，那些供应商只是把你没付钱的物资拿走而已。我真怀疑你到底是怎么活这么大的？你脑子里有脑浆吗？仓库里的所有物资都是我通过预付款的方式买下的，就已经是我的所有物了。他们已经不愿意接受以预付款的方式了，要把货搬走。那我们就来谈谈违约金的事。既然要把货搬走，每家供应商至少1亿违约金，让他们掏钱吧。见羚羊这么有底气，供应商们一个个缩着头，很是心虚。前有陈达和刘坤的威胁，后有羚羊的违约金，他们谁都得罪不起。各位，我知道你们夹在中间很难做，只要你们把这批物资送回去，那么你们预付款的这批物资，我全部翻3倍给你们。结款周期3天后。伴随羚羊的话，现场先是一片死寂，随后如同核弹爆炸般彻底沸腾了。3倍，羚羊，我看你真是失心疯了吧？你知道你为了挽留他们的物资得多掏多少钱出去吗？林老板，你真愿意给我们这么多吗？林老板，你应该不会是和我们开玩笑的吧？3倍的价格，赚大发了！林老板大气，我现在就联系物资给您送过来。供应商们此时再不管什么陈达，也不管魔都刘家，在如此巨大的利润吸引下，谁不答应就是傻子。一车车物资开始更加汹涌地朝着市场这边而来。3天后蓝星都被丧尸淹没了。至于3天后支付货款，可能吗？妙云、汤叔，你们也都先回家吧。你们最好去买些食物和水放在家里，到家以后哪都别去。羚羊，你要和我们一起回去吗？不了，我得在市场这边待着。羚羊看着他们离去，随后转身进入仓库，一念间，物资全都消失不见，进入了预配的储存空间中。整整1个星期的努力，全都是为了今天。食物、饮用水、燃料、药品、发电机，几乎所有末日需要的物资都有了。今晚开始，全球范围内就会出现不少人尸变。现在我急需一把武器，刘坤的唐刀正合适。回学校。而此时宿舍的走廊上，密密麻麻10几名全是刘坤的手下。宿舍里，刘坤的面前是一名面容姣好的女孩。苗芊芊，你同父异母的妹妹往我车上喷油漆，至少30万的损失，你爸直接把你当给我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刘少，不要，你这样是犯法的。刘坤，你爹来了。随着宿舍门被踹开，刘坤不由得瞳孔地震。羚羊能够抵达这里，那就证明羚羊把外面的人全都打翻了。怎么可能？羚羊一进宿舍便看到了唐刀。唐刀，黄阶觉醒武器，武器的觉醒限于人类异能的觉醒，异能的觉醒要么是在巨大危险刺激的状态下产生，要么是吞服了一枚丧尸金核后就此产生。唐刀在没有抽刀之前不过1公斤左右，但在抽刀后刀身就会变得很重，未曾服用金核的普通人根本都拿不起来。刘坤刚要说话，羚羊的手便招呼了过来，把刘坤摔了出去。刘坤，你的刀我收下了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再来收你狗命。羚羊抓着唐刀正要转身之时，看到了苗芊芊，羚羊不由眉头紧锁。苗芊芊，云城大学3大校花之一，人称图书馆女神，上一世觉醒了极其稀有的治疗系异能，不光可以治疗伤势，甚至能治疗尸毒。这次一定要收编到我的队伍。上一世苗芊芊被刘坤掌控，异能也为刘坤所用，只是到头来却被直接分尸，做了储备粮。苗芊芊，你怎么在这？救我！羚羊将苗芊芊送入学校附近的酒店中。苗芊芊，你家出了这事，刘坤和你家人肯定都会找你。在明天之前，你在酒店里待着，哪都别去。明白了，那我就在酒店里等你。苗芊芊此刻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羚羊身上。羚羊回到市场等着，最多再有几分钟，末日就要到了。羚羊要在丧尸出现后，首先获取金核，开启自己的异能。都等好吧，你们一个都逃不掉。一股深紫色的能量自791号彗星迸发而来，羚羊眼看着一抹紫色光照迎面而来，末日序幕就此揭开。一时间，全国进入紧急戒严状态，羚羊胸口的玉佩开始逐渐消失，融入到羚羊的胸口之中，唐刀也停下颤抖。唐刀竟然从黄阶下品进化成了黄阶中品，玉佩融合了，空间的物品拿取方便了，也不用担心被人夺走了。爽，这真是爽上天了！现在就去猎杀丧尸，获取金核，来得正好。大击丧尸，可惜只有0阶实力。羚羊一刀砍掉丧尸的脑袋，并取出脑袋里的金核进行吸收，一股能量涌向羚羊的身体，一股淡蓝色的雷电开始在羚羊的身上噼啪闪烁。雷系异能，还是我上一世的异能？突然，一团火焰在羚羊的身上燃烧起来。火系异能，这一世我居然觉醒了双异能！救命！求求你救救我！夏雨柔被丧尸追着一路狂奔，惊慌间逃到了羚羊的身旁。羚羊手中唐刀一扬，丧尸的手臂被斩落。巨大的刺激下，夏雨柔的身体逐渐透明。啊，我的身体呢？我该不会是死了吧？隐身异能，他居然是极其稀有的隐身异能拥有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夏雨柔。你拿着刀，先习惯一下你的身体边界。你的意思是我开启异能了？隐身异能丧尸无法察觉，异能者也无法察觉，属于同阶中无敌的存在。但像是羚羊这种战斗经验强大的强者，还是能够察觉。羚羊已经动了招揽的心思。是的，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？我们去哪？全球都已经出现了丧尸，我们不管去哪都很危险。想要活下去，唯一的希望便是不断的变强。这是世界末日了吗？你的能力适合作为顶级的杀手，但以你目前的警觉能力，你别说杀人了，哪怕只是接近我这种人，都会被立刻找到并杀死。我一定会注意的。用你的感官去感知身边的危险，在保持隐身的状态下，会有一定的金核消耗。
杨哥，你好厉害啊！你可不能丢下我一个人。只要你对我有足够的价值，我自然不可能丢下你。比方说怎么样的价值？你知道黑暗森林法则吧？因为无法保证下一个遇上的人是敌是友，所以必须保证绝对的杀伐果断，并确保队友的忠诚。你放心，我这人其实没什么远大的志向，更别说是背叛了。闻言，羚羊带着夏雨柔杀出狮群，进入工业园区。他租赁的仓库有一部分就在这里，他得去把剩余的物资收走。看着面前那堆积如山的恐怖物资，夏雨柔一时间呆了。这么多粮油米面、生鲜蔬菜，这些物资难道都是你提前准备的？你提前就知道了？末日是有预兆的，只是你们不知道，在 N791号彗星降临后，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不少丧尸案例，只是都被各国压制了下来。上头明明知道，却不说，这到底把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命当什么了？你懂什么？要是把消息公布出来，才是毁灭性的打击。行了，你去边上给我盯着点，我要把这些物资全部带走了。怎么带走？就比方这样。羚羊伸手摁在一堆物资上，随即那堆物资便是蒸发在了夏雨柔的面前。杨哥怎么可以这么厉害？我接下来一定要跟着杨哥混，撵都撵不走的那种。这件事，你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才不露白，我知道的。夏雨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，自然知道羚羊囤积的这些物资，在日后甚至价值千金万金。走，下一个仓库。居然不止一个。羚羊总共囤积了20多亿的物资，物资展现在面前，的确非常壮观。但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，他要组建一支无比恐怖的队伍，甚至有可能横推整个末日，成为全球第一。一连收了几个仓库后，羚羊从空间拿出一辆车，再上夏雨柔往市区出发。上一世这个时候，柳若依出警时，在闹市区遇到尸潮的追杀，关键时刻觉醒了精细异能。羚羊赶到此处，一是为了拯救柳若依，二是为了留下来看尸潮的变数。刘警官，上车。羚羊，你怎么来了？羚羊顺着道路往前冲，车子停在了一家酒店门前，三人快步往酒店里。你怎么来了？外面这么危险，怎么不找地方躲着？在这种末日危机之下，找地方躲着是没用的，只有杀出一条血路，才有资格活下去。羚羊望向窗户外面，目光陡然一凝。找到你了，狮王。羚羊透过窗户发现了狮王的位置。杨哥，狮王是什么？狮王凌驾于普通丧尸之上，拥有智慧。击杀狮王，不光可以获得更精纯的晶核和脊髓液，脊髓液可以让异能者2次进化。你有胆子和我一起闯尸潮吗？下面2万多只丧尸，我们要主动冲进去。你疯了吗？我们警局几10号人对付这群丧尸，都全军覆没了，现在就你们2个，不是找死吗？刘警官，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和雨柔很快就会回来。你若是非要去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，因为现在的你对我而言只是拖油瓶。羚羊的一句话，柳若依被打击的几乎想要吐血。柳若依的强大，连自家堂妹许茉莉都不是对手，可在羚羊眼里，她竟是那么的一无是处。雨柔，我们走。楼下，羚羊从空间里拿出一台泥头车，夏雨柔松了口气，大致猜到羚羊要怎么闯尸潮了。雨柔，这台车子交给你，你可以吗？我吗？我不行的。不然等等换你进去杀丧尸。杨哥，你这不是欺负我吗？现阶段的狮王，即便有一定的智慧，但智慧程度也不高，外加上有泥头车作为碾压，活着的概率至少在9成以上。雨柔，你控制好车子，我到上面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羚羊一个闪现出现在车底，从空间里取出一把枪，开始寻找狮王。声声嘶吼间，是一只丧尸前赴后继地冲过来，车子经过的地方，丧尸全部被碾压。狮群中，一双目光看向了羚羊的方向，就是你了。羚羊瞄准狮王方向，扣动扳机，子弹刺穿狮王胸膛，发出怒吼。一瞬间，尸潮陡然狂躁，附近丧尸全被狮王吸引过来。完了，完了！雨柔吓得直哆嗦。羚羊站在车底，十分淡定。别慌，有我在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。羚羊将中弹的狮王绑在泥头车头做诱饵，又从空间放出几台挖掘机，几十只丧尸瞬间被擦成肉片。几只丧尸还是爬到了泥头车的车底。羚羊手里的长刀挥出，一抹恐怖的火焰在丧尸群里爆炸。此时酒店里一直在观察的柳若依彻底震惊。这是超能力吗？若依，你现在怎么样？情况还好吗？我还好，爸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全球都被丧尸席卷了，不少人发生尸变，京城下发命令，已经有人出现异能了，要求战区尽快聚集物资。茉莉有没有在你身边？我和他爸都联系不上他。爸，你别担心，我一定找到他。你这几天想办法去茉莉的学校一趟，要是找不到，10天之后你前往云城机场，我卖了很大的面子，才为你们争取到1架飞机。无论如何，给我活着回来。知道了，爸。在找到堂妹之前，绝不能死在这里。我要和全人类一起推平末日。此时，羚羊和夏雨柔已经把这条街道上的丧尸尽数消灭。羚羊在车底一挥手，将所有丧尸晶核收入空间，然后拿着狮王的晶核和脊髓液返回副驾驶，开始吸收。狮王晶核抵得上10枚同阶晶核了。杨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开你的车。突然间，夏雨柔觉得羚羊很有吸引力，仿佛羚羊体内有一股特殊能量，吸引着他将身子凑过去。杨哥，不知怎地，你在我眼里突然变得好帅啊！这还只是临界狮王的脊髓液，就有如此增幅。
若是能够获取更高阶的狮王的脊髓液，还能变得更强。回到酒店，已经天亮了。羚羊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是不是觉醒了异能？不光是我，雨柔也觉醒了异能。那你们是怎么觉醒的？我也想变强。不知道，我们都是快被丧尸搞死的时候，啪的一下就出现了。好吧，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？茉莉的手机始终打不通，我和她的家人都担心她出事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她？若依姐，许校花的事，我知道该找谁了，等我消息。许茉莉不见了，羚羊意识到肯定是赵月龙出手了，于是带着夏雨柔赶到大学找赵月龙。此刻赵月龙的舍友蜷缩在宿舍里。什么人？赵月龙去哪了？你居然敢擅闯我们宿舍，你就不怕龙哥知道了要你狗命吗？赶紧把门关起来，别让丧尸跑进来了。我再问一次，赵月龙人呢？你什么态度？居然敢用这种语气和我们说话，你丫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你们是不是觉得有赵月龙给你们撑腰，你们就可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了？起码对付你个舔狗还是绰绰有余的。知道是校花陈子琪在背后搞你，你是不是很不甘心？是不是很愤怒啊？相比起杨哥，你们连蛆虫都不是。美女，你别在这里狂了！你知不知道龙哥是谁？魔毒100亿富少，他随便动手指都能捏死你。那他人呢？让他出来啊！羚羊一脚踹在一人身上，拖着他扔到楼下，声声凄厉的惨叫从下方而来。羚羊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居然敢杀人！要是还不说，就彻底没机会了。我说，龙哥现在人在丽思卡尔顿酒店，是不是和许茉莉在一起？不知道。雨柔，敢杀人吗？就当杀丧尸一样，不用想这么多。一定要杀吗？你若是连杀人都不敢，那么以后要是有人偷袭了你，你的迟疑就将成为你死因。犹豫片刻，夏雨柔出手，那人喷出一口鲜血，连续击杀丧尸消耗大量异能，加上杀人的后怕，夏雨柔瘫坐在地。昨天击杀的丧尸金核数量已超500枚，足够让5名异能者突破1阶实力。羚羊从空间里取出一些金核，分给夏雨柔补充能力。两人吸收金核后，双双突破1阶，成为全球唯2的1阶异能者。我们现在去酒店找赵月龙和许茉莉。等等，学校这里还有一个人渣要处理。这边刘坤也觉醒了土系异能，只是刘家费好大劲才弄到2把觉醒武器，其中1把落到羚羊手里。刘坤正怒气朝天，羚羊2人赶到。羚羊，你居然还敢给老子出现！刘坤，做好受死的准备了吗？老子现在可是异能者，你根本不是我对手。若是现在跪下来给老子磕头，还能留你一具全尸。呵呵，觉醒异能这么快吗？嚯，居然还敢这么嚣张！刘坤意念一动，羚羊脚下的地面凸起土块，将羚羊的脚埋住。还不乖乖跪下！刘坤的室友正准备动手，夏雨柔隐身一刀刺过去，当场死亡。雨柔，我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？我怕黑。你什么时候在这里？你也是异能者吗？羚羊淡定的点点头，手中升起一团火苗，将刘坤重重的砸倒在地上。是不是很不甘心啊？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废物凭什么踩在你头上？我们有事好商量，求你别杀我，你杀了我，我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即便他们不来找我麻烦，我也会亲手将他们一个个杀死。羚羊手一挥，从空间里取出一把铁锤和一些钉子，全部钉在刘坤身上。可惜治疗系苗芊芊不在身边，不然还可以一边折磨一边给刘坤治疗，像陈子琪上一世对待我那样。我错了，求你了，给我一个痛快好吗？你还记得你这些年是怎么对我的吗？用你人生最后时光忏悔吧。解决完刘坤，2人出发前往酒店。因为顺路，所以羚羊要先把治疗系苗芊芊带走。此时的苗芊芊在酒店房中瑟瑟发抖，酒店经理闯进苗芊芊的房间。臭娘们，外面这么多丧尸，你跟了我，我可以保护你。求求你别乱来！就在苗芊芊几乎绝望之时，一抹寒光闪过，王兴达人头落地。羚羊，你杀人了，你快逃！这要是被官方知道，你就完了。云城警局如今也就剩2人活着，他们没有能力管这些事了，赶紧收拾一下，跟我们走。我们去哪？山水宅邸。此时，羚羊带着夏雨柔和苗芊芊正朝康妙云家火速赶来，冲入地下车库，全是丧尸。雨柔，你和我下车，芊芊，你在车上待着，我们处理完丧尸再过来接你。你们要小心啊！羚羊拿着龙泉宝剑，夏雨柔拿着唐刀，2人朝丧尸走去。夏雨柔发动隐身异能，战斗正式开始。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和杨哥一样强大啊？夏雨柔目光一转，看到一只狗变异丧尸正盯着自己，夏雨柔一刀砍下去。0阶丧尸就是这点好，没脑子，只会傻冲。雨柔，你那边杀完了吗？杀完了。动物也会变成丧尸吗？相比起普通丧尸，动物转变丧尸更加可怕。老鼠、家禽、鸟类等尸变后会保持原先的生物特性，尤其老鼠防不胜防。上一世，丧尸杀死人类已经足够多了，但死于变异老鼠口中的人类更多。而之所以夏雨柔发动隐身异能，还能被狗丧尸发现，也正是因为她保持了高度敏锐的嗅觉。知道了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夏雨柔娇笑一声，把刚猎杀的丧尸金核全部交给羚羊。羚羊招呼苗芊芊下车，3人朝着楼上走去。羚羊，我爸妈全变丧尸了，我只有你了。好了，妙云，没事了，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夏雨柔虽然知道自己才是第3者，但看着康妙云依偎在羚羊怀里，心里还是酸酸的。这2位是？这是夏雨柔，这是苗芊芊，我的校友。
卧室内传出一声剧烈撞击声，尸变的康富贵已经把卧室的门砸开了。康富贵变异丧尸居然是一阶。爸爸，羚羊危险！雨柔，后退，从侧面找机会进攻。羚羊发动异能，丢出一股火焰，夏雨柔凭空消失。一旁的康妙云已然看呆，康妙云尽全力的一刀，居然被康富贵挡下。羚羊从另一边一脚打过去，死！康富贵的头滚落到地上，旁边破碎的扇子引起了羚羊的注意。这把扇子居然是一把黄阶上品的觉醒物品，不过已经破损不能使用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丧尸可以吸收觉醒物品吗？康叔的进化有可能是吸收了觉醒物品。随后，羚羊从康富贵体内取出金盒，果然是一阶金盒，肚子里还有破碎的折扇。羚羊，我到山水宅邸了，你特么给我滚下来！等着，我现在就下来。怎么了？陈达来闹事，雨柔你和我下去应战，妙云和芊芊在家待着。我们没回来之前，绝对别给任何人开门，清楚了吗？你别去，陈达肯定带了不少人，你们下去会有危险。放心吧，我和雨柔都是从丧尸群里杀出来的。小区里的丧尸刚被羚羊杀掉，陈达带着一众保镖顺利进入小区，羚羊和夏雨柔迎面过来。羚羊，你害死我小妹，还不赶紧跪下，向我小妹的在天之灵忏悔吗？羚羊并不想理会，拉扯只会吸引更多丧尸。雨柔，一切小心。知道了。下一秒，夏雨柔直接消失在所有人面前，众人吓得半死。紧接着，羚羊丢出一个火焰，站在最前面的保镖一个趔趄，坐在地上。你们两个难道有了超能力？那又如何？我们人多，你们只有2个。只是片刻，羚羊和夏雨柔便将一众保镖杀掉。羚羊，你别乱来！你要是杀我，这个后果你承担不起的。杀了你，能有什么后果？我们陈家在云城本地认识不少权贵。听你了，陈达，给你半分钟，交代一言吧。羚羊，不，林哥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我小妹招惹到你头上，你杀她是理所应当。刚才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时间到了，雨柔，动手！下一秒，唐雨柔手中的唐刀从身后刺向陈达，陈达下意识躲避，可一抹寒芒而至，羚羊一剑砍掉了陈达的头颅。羚羊和夏雨柔回到客厅里，羚羊从空间里拿出2枚金盒，分别递给康妙云和苗芊芊。妙云、芊芊，接下来环境只会愈发差，我们必须得适应环境，好好活下去。这是金盒，或许能让你们觉醒异能。我们也能觉醒异能吗？上一世苗芊芊是治疗系异能，但康妙云能否觉醒异能就尚未可知了，有概率觉醒，不好说。2人吸收完金盒，苗芊芊身体发出绿色的光，正是治疗系异能。康妙云没有变化，羚羊也不禁叹了口气。正当康妙云苦笑的时候，一股力量重新进入他体内，羚羊一时愣住了。明明觉醒失败了，怎么会2次觉醒？等等，那枚金盒好像是康叔的。康富贵的灵魂在空中出现。妙云，爸爸保护不了你了，最后，爸爸希望能助你一臂之力，让你拥有活下去的自保手段。妙云，爸爸爱你。居然是力量系异能，康叔靠自己的残念，在自己女儿身上创造了奇迹。在2人适应异能之后，4人来到餐桌前，羚羊从空间里拿出一桌子美食菜肴，房间里一股奇怪的氛围油然而生。杨哥，我怕黑，你晚上能不能和我一起睡啊？羚羊，这女人谁啊？我可是属于你的，她怎么好意思和我抢？天呐，夏雨柔和康妙云宣战了，修罗场啊修罗场，千万别牵连到我。就你属于杨哥啊？我也是杨哥的女人。好你个不要脸的，居然敢勾引我男人！谁不要脸？杨哥救我一命，我以身相许，有问题吗？我和杨哥还是头一次呢。搞得我好像不是一样。末日之前，我和羚羊天天腻在酒店，比你早多了。我说你们2个差不多得了，都是我的女人，有什么好争的？一夫多妻在羚羊眼里根本不是问题。末日前，有钱人3妻4妾也很正常，更别说末日了。你说我们谁更漂亮？你说我们谁更漂亮？我说你们2个还上瘾了是不是？羚羊一手环住一米的腰肢，随后将他俩都拦腰提了起来。芊芊，你一会儿把桌子收拾一下，早点休息，明早我们还要出门。要长针眼了，羚羊居然把这么强势的2个人提起来了。算了算了，末日里羚羊这么厉害，能很好的保护我们，不纠结这些不必要的事了。康家的套房一共有4个房间，苗芊芊住在羚羊对门，隔着2道门，还是有些噪音传来。第2天，从房间里出来的康妙云和夏雨柔出奇的不吵架了。随后4人便一起开车出去了。康家所在的小区附近不远处有一座大型商超，他们从商场入口进来，直奔地下室。你们3个各自都小心点，可以去挑选一些你们的必需品。老公，那我们就去了。羚羊则去另一侧搜刮，刚把物资放入空间，突然一个人影从角落跳出来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觉醒的是储存物资的异能吗？我可是谱系战斗异能，赶紧把物资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别打扰我，我还能给你留一些物资，但你要是还大呼小叫，那我便只能送你上路了。偷我们超市的东西，居然还敢威胁我，有何不可？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就不怪我了。异能发动。突然，羚羊手中突然出现一把剑，剑锋抵在小刘脖梗处。你是不是真以为自己觉醒了异能，便所向无敌了？闻声，康妙云几人跑了过来。老公，怎么了？没事，遇上个傻子罢了。你们继续忙你们的。
哇，太美了！要是能把这3个女人留下，下半生的幸福就有了。小刘发起异能，在羚羊身后聚集一枚土刺，准备杀羚羊一个措手不及。对我老公出手，你找死！夏雨柔斩断土刺，一刀砍向小刘，便结束了小刘的生命。羚羊带着3女在超市零元购，全部收入空间中。离开超市，便朝着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方向而去，准备解救许茉莉。楼下，羚羊、汤妙云、夏雨柔、苗芊芊4人从外面杀进来。给我查查赵月龙是不是住在你们酒店里？赵月龙，魔都赵少吗？正是。赵少他现在在顶楼总统级套房，带我们过去。许茉莉，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你到底考虑好了没有？外面丧尸情况很恶劣，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女人，我的保镖可以保护你；不答应，那你就只能是丧尸的口粮了。赵月龙，你也别拿这个威胁我了。你们想从酒店安全的出去，也需要我家背景帮助你吧？你这是拒绝我吗？你现在手里没有威胁我的把柄，但却需要我的背景，孰是孰非还要辩驳吗？上药，我给过你机会了。我警告你别乱来，否则我们一起死在这里。茉莉，乖乖把药吃了。月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比家世，比容貌，我都比不过你。我一直都是你身边的小透明，从来没有人正眼看过我。你别乱来，我会联系家里，把我们一起从这里救出去。没这个必要，就是我联合赵月龙陷害的你，我只要你把药吃下去就行了。眼看许茉莉的脸色愈发潮红，美，太美了，就是这里了。羚羊让康妙云和苗芊芊先在门外等着，夏雨柔开启隐身异能，随羚羊一起进入。入眼所见是一个无比宽阔的客厅，几名保镖看到来人怔住了。隐身的夏雨柔拿着扛刀朝着其中一人刺去，那人胸口出现一抹血红，紧接着羚羊拔出龙泉宝剑，一股那蓝色火光扫去，又死一人。外面什么声音？房门被外头的人一脚踹开。赵月龙看到羚羊，心中无比震惊。羚羊，你居然把我的人全杀了！赵月龙，你对许茉莉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是他干的。你觉得我信吗？真的，他嫉妒许茉莉，给许茉莉下药。下的什么药？解药给我。这药没有解药。你确定？这药属于精神控制的药物，在药效发作之后，不光会被欲望所攻陷，还会绝对的任人摆布。芊芊，你们进来。苗芊芊，云城大学3大校花之一，人称图书馆女神，怎么跟着羚羊了？许同学，这是怎么了？被下药了。你用你的异能，看看能不能给他治疗。我试试。异能？你们居然觉醒了异能？这几天虽然一直被困在酒店里，但对于外界也不是一无所知。不光陈子琪家、刘坤家，甚至我们赵家都出现了一些异能觉醒者。但为什么我没有异能？所以呢？我们之前虽然是有一些矛盾，但我感觉也不是大矛盾。不如我们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你觉得如何？你欺我这么多年，你觉得你我之事可能就这么算了吗？羚羊，你别乱来，我们好好聊聊。外头都已经世界末日了，情况还特别严重。你现在觉醒了异能，接下来绝对能够成为新世界的绝对强者，到时候肯定会有无数人供奉于你。以你的异能，再加上我们赵家的资源倾斜，一定能让你成长起来的。所以，你是想以此为诱饵，让我送你回魔都？你、我、刘家以及陈子琪所在的陈家一同联手，我们绝对能在末日后占据半壁江山的。接下来，绝对是异能者的天下。你以为这一点我想不明白吗？否则你又以为我如何敢杀人？羚羊，你别乱来，你有什么条件和需求，我们都可以好好谈，好吗？羚羊把赵月龙和月月绑住，踹倒到一边，回去看许茉莉。芊芊，她情况怎么样？很吃力，以我现在的异能水准，最多只能治好药物对她的精神控制。羚羊，是你吗？是我。许校花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拜托你帮帮我。1小时后，许茉莉终于清醒。羚羊从空间里拿出龙泉宝剑。许校花，这把龙泉宝剑是你家人给你寄的觉醒武器，从学校给你带来的。觉醒武器？对，末日之前就觉醒的武器，现在产生了2次进化，从黄阶下品提升到了黄阶中品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全球范围内陆续出现人吃人开始，只是都被压下来了。你堂姐说了，让你们在9天后去云城机场，会有一架飞机送你们回精灵。你难道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们接下来要去魔都，和你方向不同。但这不是很危险吗？你在末日前帮了我，现在我还以报恩，没什么的。我们都是从上万尸潮里杀出来的。说罢，羚羊递给许茉莉一枚金盒，帮她觉醒了异能，和上一世一样，火系异能。雨柔，你和芊芊待在这里，我带妙云和许校花出去寻一些武器。至于赵月龙他俩，别让他们死得太快。交代完之后，羚羊3人开着豪车直奔兵器行。你们是？听说你们这里有刀剑，特意过来买2把。买兵器可以，请问你们能支付什么代价？若你们手里只有钱，那便请回吧。那你们要什么？食物和水。可以。楚建军带羚羊进入店内。林先生，我们的兵器都在这里了，您看上了哪把兵器后，我再给您报价。眼下世界末日了，代价会比和平时期昂贵，还请理解。没事，理解。
羚羊环视了一圈，没有一把是觉醒武器，角落里一把祥云长刀吸引了羚羊的注意。黄阶下品的觉醒武器，虽然不是什么好货，但用于现阶段足够了。一声低吼在外头响起，师傅，您快出来，那只猫又来了。老公，你快出来，这只大猫好吓人。羚羊先楚剑君一步冲了出去，又是狮王。林先生带你的人赶紧进去，我和我弟子们保护你们。阿花，你杀了我3名师兄还不够吗？楚依依冲到楚剑君的身旁，冲大猫叫喊：依依，你赶紧回去，外面危险，他已经尸变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羚羊冲到前面，蓄力一脚踹在阿花的身上，1米高的大猫瞬间踹飞了出去。林先生，您别过去，危险。没事，区区一只灵阶狮王罢了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阿花张着嘴，竭力想要往羚羊腿上咬过去，羚羊顺势向阿花口中丢了一枚金核。等阿花突破1阶实力之后，再取他性命，才能拿到更有价值的金核和脊髓液。随着金核被吸收，阿花的体型和速度都有了明显的提升。羚羊一边闪躲，一边继续投喂金核。就是现在，伴随羚羊一刀砍出，阿花的头颅落地，羚羊取出金核和脊髓液，放入空间中。成功了，是1阶的金核。请问这从阿花脑袋里取出来的东西是什么？我开门见山了，你想知道这件事的秘密，需要用那把祥云刀交换。好，依依，你去取来祥云宝刀。爸，祥云宝刀，我居然拿不起来了。还是我来吧。看着康妙云轻松将刀拿起，楚剑君父女心中不由多了一份震撼。我知道你们好奇，原因便是这个。羚羊手中团起火焰，敢问这可是异能？确实，据我的研究，觉醒异能有2种方式，一是通过精神上的刺激，2是服用丧尸金核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觉醒。你这把刀便只能交换这些秘密了。你若是想知道更多，那就看你能不能拿出更多武器了。行，请随我来，我祖上还有一些珍藏的刀剑。刚一进来，羚羊顿时眼前一亮，收藏室内寥寥20多把武器，居然有半数以上都是觉醒武器，最次为黄阶下品。羚羊拿起一把最不起眼的短剑，竟是这里唯一一把玄阶下品。见笑了，这个是用来削水果和开快递的。没事，我要了。既然林先生喜欢，那就送您了。其他的武器，这把全都不要，剩下的几把武器，我用3吨大米和10吨水，以及异能者提升实力的秘密作为交换，您看如何？成交。我先把短剑带走，其他武器傍晚我给您送来物资再取。当务之急，先去一趟云城博物馆取顶级神器神王剑。觉醒武器分2等，一种是像唐刀这类直接提供战斗力的，另一种便像是羚羊的储物空间之类，可以给异能者提供附加加持的。神王戒便是后者，它的强大关键在于它可以免疫精神控制，是极其罕见的天阶物品。云城博物馆有一支队伍抵达，董事长命令让我们抓紧时间把博物馆里的东西全部搬走，在进去以后，所有人保持小心，行动。收到。一支小队冲进博物馆中，所有人忙碌搬运。博物馆里这些文物的价值倒是其次，关键在于觉醒武器。末日降临后，王家已然明白关键物资一共2样，第一是食物和水，这保证了势力的基础消耗，更保证了末日后扩充人数的可能。第2便是觉醒武器，拥有更多觉醒武器才能提升王家的上限。羚羊3人赶到博物馆。老公，怎么这么多人？他们好像是在搬东西。他们行动可真够快的，看样子是收到消息了。即便末日了，还是这么不公平。上层获取新消息的速度永远是底层人不可比拟的。对方手里可能有枪，你们怕吗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相比起丧尸和那些尸变的怪物，活人不过如此。这点你错了，末日后最恐怖的，恰恰不是那些丧尸和怪物，而是人性。走，我们去会会他们。队长，有人来了。什么人？末日中到处都是丧尸和变异生物，对方区3个人，实属怪异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云城王家。你们又是什么人？云城王家。上一世末日后，我虽然对权势接触的不多，不过避难所、云城王家的名头还是听说过的。这2大势力绝对是云城顶尖的存在。王家在此有要事，麻烦你们尽快离开。那正好，我们来这也有要事，麻烦你们尽快离开。触犯王家的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。博物馆里的东西，只有你们能拿，我不能拿吗？这些东西已是王家的所属物，你们要是现在离开这里，那我还可以当你们没来过，否则死。只见他抬手间，枪口对准了羚羊。真有意思，明明大家都是贼，你们居然想占山为王。我说了，我们背后是云城王家，不想死的话赶紧滚。队长，别跟他废话了，直接杀了他吧。那2个美女带回王家交给王少，说不定能给我们不菲的奖赏。动手！打手们的枪刚准备射击，只见一抹电流从羚羊脚下瞬间绽放，电光火石之间便攻击到了这群打手身上，所有人一瞬间倒在地上。羚羊的异能居然不只有火系，还有雷系。羚羊右手一伸，一把宝刀便凭空出现在他手中。事已至此，那你们都去死吧。
你要什么？你拿走，放我们一条生路，可以吗？放你们一条生路，让你们回去集结力量，然后找我的麻烦。对我而言就只有一条路，那便是斩草除根。说话间，林阳手起刀落。妙云，你来把他们杀了。好。康妙云犹豫片刻，便接过了林阳手中的刀。这是他第一次杀人。末日中，不是丧尸就是敌人，总要沾血。万事开头难，一切都需要适应。杀死所有人后，林阳便带着康妙云和许茉莉开始收集物资。这个杯子挺奇怪的，好像把水装进去，杯体可以进出毒素，好像是黄阶中品。行，收着。老公，我这发现了一个手串，好像是存储器。黄阶中品的有10个立方大小，这里头的时间还是和外界同步的。康妙云的高兴劲儿瞬间消散，比起林阳的储物空间，无边无际且时间静止。这个手串存储器真是普通至极，最多可以作为一个背包使用。既然是你找到的，那你就留着用吧，以后给你找到适配的武器也可以装进去。谢谢老公。羚羊，我发现一枚戒指，天阶下品。我的天，难道是神王戒？这个能不能给我？哪里的话，要不是你救我，我早被赵月龙害了。你拿走便是。老公，我发现了一条项链，玄阶中品，居然可以让人瞬间移动。什么？瞬移？老公，这条项链要不然留给雨柔吧，她的隐身加上瞬移，基本无敌了。行，这趟博物馆没白来。林阳一抬手，把博物馆其他宝物收入空间后，3人出发返回兵器行。楚大师，你要的粮食物资全都运过来了，我要那些兵器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把兵器拿过来。林先生，这都是您要的兵器，请您查验一下。没错，那东西我拿走了。您不好奇我们开启了什么异能吗？你们开启了什么异能？我和我的这些弟子仅有1/4开启了异能，属性基本都在金木水火土的5行之中，但我女儿的异能就比较特殊了，嗜毒。我发动异能的时候，不管使用武器还是碰到什么物品，都能让物体带有毒性，甚至直接接触人也可让人中毒。这倒是很特殊的异能啊，能不能展示给我看看？可以的。楚依依随手拿起一片草叶，发动异能，毒素浸入草叶之中，草叶变成了黑色。你的毒素能有多毒？具体我也不清楚，不过应该和毒蛇的毒素差不多吧。那确实不错了。我建议你隐藏自己的异能，眼下丧尸围城，越少人知道你的异能，往往越能在关键时候救你和你的家人一命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我们想要提升异能实力，是不是只需要服用晶核就可以了？目前看是这样。林阳虽然知道异能者的终生上限是有瓶颈的，但是透露太多反而会引起他人怀疑，叮嘱完楚建军他们末日别太轻易相信别人，便回酒店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？今天怎么样？武器收集多少了？今天运气不错，给你淘回了2个宝贝，2个都是玄阶下品的觉醒武器。玄阶下品的短剑，我的天哪，这也太贵重了吧！给你，你就拿着。我们其他人没有隐身异能的，不适合用短剑这样的近战兵器，只有你最合适。可是你的武器都还是黄阶的，我不太好意思。这里还有一条项链，觉醒了瞬移功能，每天可以瞬移10次，也一并给你了。这给我不合适吧？我都有隐身异能了，你还是自己拿着，或者给妙云姐吧，你们比我更需要。夏雨柔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，自然知道自己不该恃宠而骄，若是拿太多东西，其他人又该怎么想？我给你带上。老公，你对我真好。旁边康妙云这个正房倒是嘴角带笑，而许茉莉和苗芊芊则是撇过头去，都不好意思看了。夏雨柔虽然很感动林阳给她项链，但心中同时升起了对康妙云的亏欠。好东西都给我了，妙云姐连武器都还没找到。夏雨柔担心康妙云会吃醋，赶紧拉上康妙云去谈心了。芊芊，你们今天在酒店里有遇到危险吗？有没有人找上门闹事？那倒是没有，也就雨柔姐姐折磨了赵月龙他们一顿，又给他们喂了2口饭。他们状态怎么样？感觉有点不好，像是快死了。城市另一边，王家得知博物馆那边的消息后，王远山勃然大怒。我们派去博物馆的人全都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一群废物！1周时间，你们若是还查不出幕后主使，那就提头来见吧。感动到我王家头上，我必须让他付出无比惨痛的代价。林阳走到赵月龙身边，求求你别再折磨我了，给我一个痛快吧。这些年来，你对我的折磨，难道只是区区让你死掉这么简单？说着，林阳砍掉赵月龙一只手，赵月龙吃痛的昏了过去。苗芊芊又用异能给赵月龙治疗，以确保他不会轻易死掉。上一世林阳被陈子琪关在地牢里也是如此折磨，现在这种方式用到了赵月龙身上，而快要断气的月月则直接被扔下楼摔成了肉泥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刘家和陈家正在密谋。我是陈达的姐姐陈慧芝，还请刘少为我家人报仇。我是刘坤的表哥刘志恒，林阳在哪里？我们目前也在寻找。你去抓紧时间把林阳找出来，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处理。现在先和我去一趟云大，我要把我表弟的尸体带回去。可是云大的校园里丧尸很多，我们要是进去必然会有危险。区丧尸罢了，有什么大不了？
您这是觉醒了异能。风系，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念调度身边的风，在空气中形成风刀。我带来的手下，他们中有一些也觉醒了异能。有了你们的异能，加上我手下这些人助力，羚羊必死。来到刘坤的宿舍，刘坤的尸体却不见了。难道是尸变了？所有人都给我去找。陈慧芝，你们这几天有没有囤积觉醒武器？觉醒武器？那是什么？比方这个。您这是什么？为什么可以凭空取物啊？这是一个储物器，里面有50立方的储物空间，存了我们不少物资。这把刀也是黄阶中品级别的觉醒武器。刘志恒把觉醒武器告诉了陈慧芝，让他们搜寻，只要陈家能够拿出来足够多的觉醒武器，那么便答应把陈慧芝他们收入麾下。经过一番搜寻后，刘坤还没有找到，不过羚羊有消息了，他离开学校之前还去找过赵月龙的麻烦。赵月龙，赵月龙，下去好好忏悔吧。刘志恒，上一世就是刘志恒带人将我控制住，我所有的折磨有一半都拜他所赐，我还没去魔都寻仇呢，这倒是送上门来了。刘志恒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羚羊，居然是你接的电话，这么说赵月龙已经死在你手里了？是啊，刚死，尸体还热乎着呢。怎么，你是想帮赵月龙报仇？杀我表弟刘坤，现在又杀了赵月龙，你觉得我们可能放你活着吗？别说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了，我现在就在云城的酒店里，要来杀我就趁现在，我在酒店等你。你敢不敢换个地方和我见面？云城大学城公园是男人的话，你就自己一个人过来。行，1小时后大学城公园见。羚羊挂了电话之后，将赵月龙的尸体直接从窗户丢了出去。至于刘志恒的话，他一个字都不相信，阴险心狠手辣就是刘志恒最大的特征。羚羊把房间里的众女招呼出来，驱车前往大学城公园。刘少，您真要和羚羊单刀赴会吗？单刀赴会？怎么可能？你带上一批人去公园周围布控，我的手下也暂时交给你调度，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陈慧芝带人抵达公园，游荡着零星几只丧尸，清理了之后便埋伏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开启隐身的夏雨柔全都看在眼里。回到羚羊身旁汇报情况，这边上至少埋伏了30-40个人，而且他们的手里有枪。还说什么单刀赴会呢？根本就是个笑话。要不要我过去先把他们嘎了？先不着急，等刘志恒出现后，你过去先把刘志恒的手砍了，然后立刻瞬移拉开距离。明白。7、8分钟后，刘志恒独自一人出现在羚羊的视野中。刘志恒拨通羚羊的电话：我已经到了，你人呢？你嘴上说单刀赴会，这埋伏的人可是不少啊！为了杀我，连枪都用上了，装备不错啊，哪来的？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就一个人在这。别装了，10多把枪同时瞄准了你所在的方向，只要我一出来，瞬间就会被你的人打成筛子。你到底在哪里？就在你背后。夏雨柔隐身来到刘志恒身旁，一声清脆的武器声碰撞，刘志恒下意识挡下了夏雨柔的一刀，夏雨柔一击不成，立刻后撤。他的反应居然这么快！隐身异能者。夏雨柔再次冲过去，刘志恒虽然凭直觉闪开了，但肩膀上还是被划开一刀。雨柔，撤！羚羊，你本事可真够大的，居然拉拢了一个隐身异能者。没点本事，我怎么会过来？你有本事就出来，我们单挑，当个缩头乌龟算什么本事？那让你身边那些枪手都出来，3分钟之内，他们要是不出来，我就先送你上路。都出来，退下！我的人都已经出来了，你现在可以滚出来了吗？那里，还有那里，都还有人架枪。真不老实，让大部分人从暗处里走出来，以为就能分散我的警惕。你自己知道还剩下几个人没有出来，让他们全都出来吧。你够狠，行，我让我的人全部出来，可以了吧？早这样多好。羚羊，受死！刘志恒抓着刀朝羚羊砍去，羚羊瞬间变出一把刀抵挡，火星阵阵。刘志恒用异能凝聚了一把风刀，从羚羊的身后砍了过去，羚羊又变出一把唐刀，挡住了身后的风刀。你们刘家就是这么下三滥，就喜欢玩这种偷袭。风刀是我的异能，我爱往什么方向进攻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边上的陈慧芝他们已经被吓傻了，皆是被羚羊所震惊。刘志恒节节败退，不由怒吼道：“动手！”一名枪手举起手枪瞄准羚羊，却突然被头顶凭空出现的挖掘机砸死。刘志恒、陈慧芝不禁瞳孔地震，在强烈的刺激下，陈慧芝居然觉醒了异能。又是偷袭，我可连1成的实力都没发挥出来呢。停手，我们好好谈谈可以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回去告诉刘家和陈家，说你已经死了，以后肯定也不会再有人来找你的麻烦。说话间，羚羊砍掉了刘志恒一只手。我的储物项链里装了不少物资，我可以全部给你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食物和水非常重要，而且陈家的仓库里还有不少物资，我也可以统统给你。陈家那些物资，只要我想要，那我随时都可以去取。至于你储物项链里的物资，等我把你杀了以后，也照样可以拿到手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全都答应你。我只想要你的命。陈慧芝突然原地消失，闪身出现在羚羊身旁，第一念头是拉住刘志恒，带他离开。
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，陈慧芝居然觉醒了瞬移异能。可一切都来不及了，林阳早就注意到了。万一刘志恒被救走了，麻烦就大了。林阳一刀砍出，落在刘志恒的脖颈上，瞬间结束了他的性命。陈慧芝第一时间瞬移逃走，林阳发动异能，将剩下的人一次性解决掉，顺便收了他们团队的17件觉醒武器。我还是没追上，那个女人跑得实在太快了，每一次瞬移都能出去几十米，没一会儿功夫就直接在我面前消失了。没关系，瞬移异能者就是这样，跑得快，但实则没有什么战斗力。不过他的离开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。接下来，我们需要更快地提升自己的实力。但我还是不爽，真是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怕啥？杀不死我们的，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。回到车旁，林阳将储物吊坠给了康妙云。毕竟给雨柔的装备已经很豪华了，自然不能对妙云厚此薄彼。许茉莉看着眼馋，啊，好羡慕，可惜这是领养女人的才能得到的专属福利。一旁的苗芊芊则比较佛系了。我是治疗系的，不能上场战斗，能得到羚羊的保护，好好活着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羚羊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什么事？我想拜托你去云大一趟，救救我的朋友。云城大学，一辆豪车撞入校园内。我们这趟除了救许校花的室友之外，还要扩招团队。陈慧芝逃走，必然会联系刘家，我们必须尽快强大起来。知道了，老公。康妙云和许茉莉在走廊里杀掉最后几只丧尸，许茉莉连忙敲响自己宿舍的房门。茉莉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你这几天都去哪了？怎么都联系不上你？月月她害了我。天哪，她居然是这样的人！茉莉，需要你朋友们出来帮忙。来了。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进来之前把所有丧尸都杀了，需要你们帮忙一起去取丧尸的金盒。云姐，我们来了，从哪里开始？老公的意思，让你们从楼上开始，我们负责楼下。好，姐妹们，我们上楼吧。楼上的幸存者，麻烦都到楼下集中。你们外面的丧尸都已经被清理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伴随话音，边上的2栋女生宿舍全都沸腾了。救援，真是救援来了！丧尸都被清理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。女生们一个个打开房门，快速跑下楼。2栋宿舍1500人，幸存者区不到200人。老公，人齐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林阳，我们不是救援机构。今天我们要带走的人，必须是能为我所用的人。眼下有一个考核，在你们的宿舍里有成堆的丧尸尸体，你们去把他们的脑袋打开，把里面的金盒挖出来。要是有不愿意的人，现在就可以回去等官方的救援。你这条件会不会太苛刻了些？是啊，去掏丧尸脑袋，万一导致我们尸变怎么办？怎么说我们都是校友，你现在有能力杀这么多丧尸，为什么不能保护我们一下？我们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生，真不敢去拉丧尸脑袋啊。我没空和你们打拳，你们是人，我也是人，我不要拖油瓶，不愿意的人现在就可以离开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威胁我们这些女生合适吗？姐妹们，这个羚羊实在太过分了，我们都回去吧，我们凭什么要听他的？等官方救援就好。有人煽动起大家的情绪，而在这个瞬间，康妙云直接冲入人群中，把叫得最激烈的那个女生拖了出来，随后一巴掌下去，脸都歪了，全场女生都不敢说话了。一些有眼力加尔的女生开始陆续去挖金盒了。1小时后，所有人楼下空地集合，回来交金盒的女生仅仅10几个人，要么是许茉莉的舍友，要么是许茉莉的朋友。因为许茉莉交代过，想留在羚羊团队得到保护，就必须得有价值。这些人没有其他女生那么矫情。为首的是琪琪。羚羊，人到齐了，我给你着重介绍一个人，琪琪，简直是女生宿舍的救星。之前咱们没来的时候，她带着这几个女生杀了至少几百只丧尸。哦，你是琪琪。杨哥好。说说，猎杀丧尸的时候，你害怕吗？一开始确实怕，后来杀多了就不怕了。你们怎么做到的？说实话，第一次杀丧尸怎么都杀不死，都绝望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只要把丧尸的头切下来，丧尸就会死，所以改造了一些武器，后来就容易多了。办法都是你想出来的。还有我的好闺蜜林佑薇，相当于是我的狗头军师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们2个愿意成为我团队的主力军吗？我可以帮你们觉醒异能。啊，觉醒异能，之前听说情绪刺激有几率觉醒，但是我试了，始终没有成功。你真的可以帮我们觉醒异能吗？除了确定琪琪和林佑薇可以加入核心团队之外，还有一些女生完成了挖金盒的任务。羚羊盘算着，以康妙云、夏雨柔他们为首的这几位属于 T0 梯队，接下来的异能者属于 T1 梯队，普通战斗军团属于 T2 梯队，后勤人员属于垫底的存在。可以将上一世一些基地成熟的规矩直接沿用到队伍中。一枚0阶金盒能换10点积分，可以按照努力以及职权标准获取定期定量的金盒。琪琪，你们过来，把这批面包和水发下去。等大家吃饱后，所有人开始服用金盒，准备觉醒异能。羚羊交代好后，转身带走了琪琪和林佑薇，来到 T0 梯队。在知道林佑薇和琪琪这段时间没有异能，还杀了上百只丧尸的表现之后，大家都不会嫉妒他们升到 T0 梯队的。
琪琪、右卫，你俩先把金盒吃了吧，让我看看你们能觉醒什么能力。羚羊从空间中取出2枚灵阶金盒，随手丢给他们。他们虽然惊讶于羚羊的凭空取物，但知道羚羊拥有异能之后，其实也就没有太惊讶了。2人吸收金盒后，琪琪体内首先有了反应。琪琪，你的是精细异能，可以控制金属物品，战斗异能的一种，使用得当会非常强大。杨哥，右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说即便没有异能觉醒出来，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影响吗？但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先不着急，异能觉醒过程中表现得越是怪异，就越有可能觉醒出特殊的异能。林佑威在经历了几分钟的疼痛之后，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些片段的画面。只见羚羊傲立于尸山血海中，身边全是尸体，一双冷漠的目光配上他浑身的鲜血，简直如杀神般。而更让人惊恐的是，羚羊身边的尸体，那些并不是丧尸，而是成百上千的活人。林佑威完全看傻了。佑威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别吓我啊！所以，你觉醒了什么异能？杨哥，我的异能好像是窥探未来。预知未来，属实是不可多得的顶级异能。那你看到未来发生了什么？林佑威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刚张了张嘴，就因为能量耗尽晕了过去。芊芊，你替他恢复一下能量吧。那要不要让他现在苏醒过来？不用，让琪琪带他先下去休息吧。花了2个多小时，羚羊验证了311名幸存者女生的异能情况，其中战斗系异能者63人，辅助异能者9人，剩下的239名女生最终都没能觉醒异能。辅助异能者中，有人可以为他人增幅速度，有人可以帮其他人提升5%的异能增幅。队伍的事情差不多都确定下来了，接下来应该要去云城音乐学院了。不知道舒怡表妹在学校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或已关机。老公，不好了，舒怡那边出事了。江疏怡上一世觉醒的是窥探新生的异能，不仅是康妙云最后一位还活着的血缘亲人，而且他的异能对羚羊来说意义重大。什么情况？电话关机，但我提醒过他保持电话畅通，他应该不可能会主动关机才对。如果是关机，那应该是出了人祸。把雨柔找过来，通知下去，让所有人立刻准备一下，收拾行李。我们半个小时后前往云城音乐学院。此时云城音乐学院幸存人数不过200-300人了。男生们自发组队外去搜集物资，女生们则被保护在宿舍里。江疏怡为男生们捏了把汗。物资都是大家共同使用，本该男女生们一起出门搜寻，可男生们却主动把风险承担了下来。姐妹们，我们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吧，咱们多搬一些东西到楼下，加强一下宿舍楼下的防御工事。其他人却不想动。哟呵，还加强防御工事呢？你这是想干嘛？是不是想吸引那些男生的注意，让他们觉得你江疏怡这个人性格真好，他们没安排你的事你都去做？一声讥讽声音传来，好几个女生出现在走廊上。苗小曼，你在这里阴阳怪气什么？加强宿舍的防御工事，避免被那些丧尸闯入进来，难道不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吗？你自己不想做，也没必要这样嘲讽人吧。江疏怡，你要是真为了大家好，就乖乖闭上你的臭嘴，明明完全没必要我们去做的事情，你非要掺和。是啊，江疏怡，我们劝你最好别做什么没必要的事情。你要是这么做，好处全给你捞走了，我们又成什么了？对啊，男生保护女生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？真是被你们的无知气笑了，明知道面前有个洞足以威胁所有人的性命，也宁愿安于现状，不愿把洞口修复，大不了功劳让给你们，可以了吧？你要想去赌也可以，把你接下来几天的食物和水让出来，然后再把功劳让给我们，否则你别想从这里过去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是不是只有等到丧尸冲进来，你们才知道害怕？我看疯了的人是你吧？明明不是我们的活，你要抢过来干。你要是打开了这个先例，以后我们这些女生统统都会变成保姆，那些男生感受到危险，自然就会去做，要你多管什么闲事？行，既然你们不去，我自己去。你真是油盐不进啊！你这样会害得我们都沦为打工仔的，把他带走，找地方关起来，等男生们回来就诬陷江疏怡要拆防御工事，他们不会管的。林阳让许茉莉驾驶着飞机打前阵，此时已经抵达学院，宿舍里的人顿时被吸引注意。你们有谁认识江疏怡？你是来找他的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表姐的朋友，他怎么样了？能不能麻烦让他出来一下？江疏怡他刚要说江疏怡被关在宿舍，就被苗小曼打断了。他几天前就死了，你们来晚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能不能麻烦告知一下？外面这么多丧尸，他不顾我们的阻拦要出去，被丧尸咬死了。你确定？当然了，当时我劝了他，怎么都劝不住，他还带了好几个女生一起，他们都死了。好，等等，你能不能救我们出去？你们在这里等着，大部队的车辆在来的路上杀丧尸，最多几个小时内就会到。那我们等着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啊！许茉莉离开后，苗小曼开始煽动同学，
我现在担心一个问题，前面说江疏仪死了，如果等他们找到他，我们就都完了。所以江疏仪必须死，跟我来。哼，凭什么江疏仪处处压我一头？终于有机会了。苗小曼他们把江疏仪抓到了楼顶天台上，逼迫江疏仪自己从楼上跳下去。他们虽然坏，但要说让他们杀人，他们还真不敢。江疏仪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跳啊！你还是人吗？我怎么你了？为什么这样对我？苗小曼本来是想亲自动手，但最后却演变成了一个推一个，推到最后，一个女生硬着头皮扎了江疏仪一刀，只是扎在大腿上，涌出的鲜血就把她吓得够呛。不管我们之间恩怨如何，现在你都必须死。你要是不死，等下就不会有人救我们出去了。所以为了我们能活下去，还是请你去死吧。是啊，江疏仪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被困死在这里吧？现在希望就在我们面前，就算我们拜托你了，好吗？不可能，为什么我死了你们才能得救？江疏仪用窥探心声的异能盯着苗小曼。谁让你有个好表姐来着你了？我已经说了你被丧尸咬死了，再有一会儿他们就要到了，你当然不能活着。原来是这个原因，我得撑到我表姐来。苗小曼，你疯了吗？王会长，反正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要是被那些人知道我在折磨江疏仪的期间，你们什么反应都没有，那么作为家属的他们会怎么想？你这是在威胁我。大家已经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赶紧处理掉江疏仪，对我们所有人都好。该死的，江疏仪居然是冤枉的，我们完全被苗小曼利用了。王会长，你还是听我的吧。不行，江疏仪绝对不能死。你前面说的是死了好几天了，被他们发现是现在才死的，我们怎么解释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眼下唯一的方式就是找个更隐秘的地方，把江疏仪关起来，给他食物和水，不能让他发出半点声音，更不能让他被找到，动作要快。这边羚羊的车队在路上被一群丧尸拦住了去路。炸开狮群后，屹立在中间的是一根像金箍棒模样的钢管。这还不是一般的绝型武器，并非黄剑，也并非玄剑，居然是恐怖的地阶下品，而且是战斗武器，意义超过了神王界的存在。给我死！半小时后，众人将街道上的丧尸全部杀光，并且回收了所有的金盒。许茉莉前来接应。许校花，情况怎么样？校园里有不少丧尸在游荡，幸存者仅200-300人。你打探到江疏仪的情况没有？打听到了，江疏仪她……行，我知道了，所有人继续前进。羚羊车队浩浩荡荡开进学校，丧尸没有想象中的多。伴随着最后一只丧尸的倒下，整个校园的丧尸都被羚羊他们清理了。妙云带一支小队和我一起清查整栋楼。老公，你怀疑这里面有问题？对，但具体情况还得找到江疏仪再说。伴随着一阵脚步声，王腾带了几个男生从楼里出来。看到这支队伍之后，王腾他们心中是惊讶的，因为整个队伍中好像都是小姐姐，只有羚羊一个男的。哥，你好，我是云城音乐学院的学生会会长王腾，也是我现在在主持学院幸存学生的各项工作。和我解释一下江疏仪的事情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哥，是这样的，江疏仪同学的具体情况，我也是刚才听说的。他在我们外出搜集物资的时候跑了出去，当时我们不在，要是我们当时在场，一定会拦下他的。说真话。哥，我说的是真话。妙云，带人给我搜，这几栋宿舍作为主要的目标对象，要是找不到痕迹，就把搜索范围扩散到校园里。哥，没必要搜查宿舍吧？你们要是想去江疏仪同学的宿舍，我们可以带路。王腾下意识表现出来的慌张，被羚羊尽数看在眼里。他越是如此，就愈发让羚羊觉得事情不对。而且从他的反应上看，江疏仪极有可能还活着。若非如此，那他为何会不同意搜查？搜！羚羊只有一个字。康妙云点点头，立刻带人冲进入宿舍中。伴随着房门被敲开，康妙云带人搜查到了苗小曼的房间中。你们干什么？闪开！好端端的搜查我们宿舍干什么？康妙云突然注意到一旁的吊坠。干嘛？这是我私人物品，凭什么给你？这是我送给淑仪的东西，为什么在你手里？这是他送给我的。淑仪在哪里？他已经离开宿舍了。不说是吧？行。楼下，康妙云把苗小曼带了下来，并把吊坠的事情告诉了羚羊。这吊坠真是淑仪送我的，他离开宿舍早变成丧尸了。末日中没人听你讲道理，妙云把他的手砍了。没这个必要吧？我什么也没做啊。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们把真相说出来，就可以免于受难。林少，真的是这样？我和江疏仪同学无冤无仇，没必要隐瞒。行，直接动手。我都说。什么情况？我承认，疏仪离开之前，我和他发生了些口角，但我没想到他会一气之下离开宿舍啊。继续。我不要啊！明明事情都是苗小曼自己搞出来的，结果他自己先绷不住了，还好他没说实话。羚羊怎么这么可怕？如果我早把江疏仪救出去，必不会被羚羊盯上，落到这个地步。所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情就是我说的那样。
杨哥，我们发现宿舍楼下还有楼梯，我们想下去被拦住了，我觉得有蹊跷。走，妙云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江疏仪被困在幽暗的地下室中，听着外面的一阵吵闹声，心中不由紧张了起来。林阳带着康妙云破门而入。疏仪，你这伤怎么弄的？表姐，那些人为了得到你们的救援，想要把我杀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疏仪，这是你表姐夫林阳，你快把事情经过告诉他。表姐夫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江疏仪连忙将经过完整的交代出来。林阳听完，脸色极其阴沉。妙云，你扶他出来，这件事该清算了。芊芊，来一下，这里有个伤员需要治疗。苗芊芊来到江疏仪身旁，一股绿色的光芒升起，开始给江疏仪治疗。苗小曼，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苗小曼这个名字一出，顿时让苗芊芊不由侧目过来。看到那张脸的瞬间，苗小曼愣住了，正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哼，因果报应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，你以为你道歉有用吗？江疏仪，我愿意给你磕头跪下，你要怎么惩罚我都可以。苗小曼转身向江疏仪的方向跪下，抬头间看到了苗芊芊。苗芊芊，她怎么在这？妙云，你来处理吧。你要干什么？好痛！苗芊芊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我可是你妹妹，你还不救我吗？随着苗小曼的嘶吼，众人疑惑地看向苗芊芊。苗小曼，我们之间没有关系。你胡说，我们都是同一个爸爸。今天我出事，你怎么跟爸交差？末日前，你划了刘坤跑车，为了还钱，你和爸合伙把我卖给刘坤的时候，怎么不说？你是我姐，我犯了事，你替我还债，天经地义。你快让他停下手，好痛！林姐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用考虑我。在林阳看来，康妙云还是太温柔了，折磨苗小曼不光是报仇这么简单，更是向招募的新成员立威。林阳要让所有人明白：第一，我的人任何人都动不得；第二，团队中的人任何人都不可以背叛，否则苗小曼就是下场。说完，林阳一剑砍掉苗小曼的头颅。处理完苗小曼，林阳带着贾院所在的2队到附近小区搜寻物资。这个小区算得上云城绝对的富人区，配有豪华的商铺，地面停车场中有不少低阶丧尸游荡。林阳和蒋院3下2下就把丧尸全部清理了。蒋元，你先带人去破开那些商铺的大门，不管是金银珠宝还是名牌包包，只要能带走的就全部带走。蒋院，云大声乐系大3学生，云城本地人，富2代，末日后觉醒了土系异能，可攻可守。杨哥，从23到51号商铺的门不用破，这些店铺都是我家的，这是钥匙，我先带人去开门了。去吧，我去停车场把车收走，以后做防御工事用得上。林阳的储存空间足够大，几乎是来者不拒。只见林阳发动异能，手一挥，一台豪车就全部凭空消失了。杨哥，你快过来一下，这里有一块玻璃，居然砸不烂。我看看，居然是一块吸收了进化能量的觉醒玻璃，黄阶中品。如果能搜集足够多，完全可以用它改造安全屋。好东西！你们在搜索物资的时候，看看还能不能找到类似的东西。只需要将手放上去，意识灌入其中，就能看出是不是觉醒物品。林阳将区分觉醒武器的方法告诉了他们。这个台灯好像也是，这2扇门居然也有反馈，很好，黄阶下品也派得上用场。2小时里共搜到13样觉醒物品，虽然大多无法单独作为武器，但是珠宝首饰中的几样，要么提供储物空间，要么有一定异能的增幅，也算得上不错的宝贝。女生们还在专柜里找到一个储物的手提包，黄阶中品。2人一组进同一个房间，只去已经尸变的家里搜寻，家里有幸存者的不要打扰。是，老公，外面有活人，不知道是不是来救人的，但他们掠过了咱家。避难所给咱们的邀请是让咱们自己过去，咱们连门都出不了，这下有救了。走，我们过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是来救援我们的吗？大叔，我们不是救援人员，也跟救援人员没有半毛钱关系，麻烦你让开，我们要把东西送到楼下去。给你们10万，带我们到安全的地方。若是你们愿意把我们带去云城避难所，我愿意给你们20万。20万？抱歉了，我到这里是有任务的，麻烦请你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。什么任务会比赚钱重要？难道就是这些从别人家里弄垃圾吗？大叔，我们是真的还有很多东西要送到楼下去，麻烦你让开可以吗？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放弃，等等可以去问问我们老大。在劝说一阵后，周也来到楼下。什么情况？女子军团只有一个男生在这里，你们负责人是谁？麻烦让他过来一下，就说我们这些业主找他。杨哥，找你的。我没空救你们，答案已经给你们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我话都没说2句，你就这么不耐烦？我愿意给钱，只要你们能把我们带去安全的地方，一个人头10万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你们在这栋楼里就足够安全了，不需要去任何地方。安全？这里怎么安全了？救援队始终联系不上，很多小区都已经断水断电了，我们又能活多久？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的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这是不是嫌我给的少？送我和我老婆去避难所，40万一个人。你钱多，那我给你100万。你现在有本事去给我买到100斤大米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手头上的那些钱都已经成废纸了。呵呵，穷酸学生不就是想坐地起价吗？好，我在网上加，只要带我和我老婆去云城避难所，150万。
你想炫耀你们那2个臭钱，麻烦上别处去，我没空和你们耽误。不识好歹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找人去把你们转运的东西全部扣押下来。在周夜的怂恿下，一批幸存者业主浩浩荡荡地来到地下室，为难搜寻小队。这些东西可都是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取出来的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是眼睛瞎了还是耳朵聋了？没看到我们把小区丧尸都清理了吗？你们家里有活人的，我们一家都没去搜过。我们没影响你们，你们也别来沾边。你们有谁敢跟丧尸去硬刚，跑过来和我们这些女生发脾气，真是好大的威风。但不管怎样，这都是我们小区的东西，你们这是偷是抢？谁叫这么大声啊？林阳得知小队成员被刁难，阴沉着一张脸走过来。小子，我最后给你们一个机会，1000万，把我们这些业主全部送到有水有电的安全地方。既然机会给你过了，那就无需多言了，杀了他们。伴随着林阳的命令，女生们立刻围了过来。哟呵，你们还敢杀人呢？我就算借你们1万个胆子，你们敢动手吗？杀一个人，奖励10金盒。动手。是，杨哥，收到。听到有金盒的奖励，哪怕是没有异能的女生也激动了起来。每一个金盒的存在都是她们变强的希望。一名小姐姐率先动手，朝面前的一名业主刺了一刀，一声惨叫随后爆发，其他小姐姐立刻朝着周夜等人扑了过去。一瞬间，业主们全都被吓傻了，尤其是周夜的老婆，差点魂飞魄散。别，都停下，我们没有必要把事情搞成这样，我们可以商量。你们这些杀人犯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不就是扣下了属于我们小区的东西吗？你们居然杀人！你这猥琐大叔，刚才就看你不爽了，受死！慢着慢着！周夜眼看自己躲闪不及了，便赶紧把自己老婆抓过来挡刀，一刀砍在周夜老婆身上，疼得惨叫起来。小姐姐赶忙抽刀出来，再次朝周夜砍过去。别砍我，我给你1000万，哦不，2000万。全世界都沦陷了，你以为钱还有什么用？那么香奈儿、驴、哭泣的包包呢？我家里有一大堆，都可以送你。有限量版的吗？有。那你带我去拿。那你要怎么确保我的安全呢？我管你这么多，只会拿老婆挡刀的丑货下地狱吧！小姐姐瞅准机会，一刀就朝周夜砍了过去。周夜摔在他老婆的尸体上，夫妻俩双双归西。跑了的那些别追了。杨哥，刚楼上有人找你，是蒋苑姐的表哥，你要不要上去看看？蒋媛的表哥？找我干嘛？林阳处理完纠纷返回楼上，只见蒋苑在自己表哥面前哭得梨花带雨。杨哥，你来了，这是我表哥罗康，是我最亲近的人了。表哥，这是杨哥，是我们团队的 boss， 也是他把我们从宿舍里救出来的。要是没有他，你就见不着我了。兄弟，谢了。没事，你们找我什么事？很感谢你救了苑苑，不过既然我们兄妹遇上了，我还是希望把他带走。蒋媛，你的意思呢？杨哥，我没打算走。你要是不走，难道还留在这里？是啊，我想留在这里。我还是问问杨哥，能不能把你们留下来吧？你干嘛？你难道真想留下来吗？你不看看你们团队是个什么情况？全都是女生，只有他一个男生，什么意思？后宫团吗？人家哪里是要搞后宫团？你也不看看你表妹我长啥样，人家杨哥几个女朋友比我漂亮1万倍。你们以为是杨哥离不开我们吗？其实是我们离不开杨哥。人家杨哥随便拉点人出去，都能随随便便扫荡半个云城，那些丧尸根本拿他没办法，甚至还会被他暴杀啊！那是你们自己杀的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哥，我这是异能，是杨哥给我们的。外面现在这么乱，我们的家人又联系不上。要是没有杨哥保护我们，我们根本活不了多久。哥们，对不住啊，我刚才激动了，还请你别往心里去。你能说说异能的事吗？我们也想觉醒异能。你觉得你为什么有资格向我询问异能的事？哥们，你想要什么你说吧。说实话，我目前在你身上看不到半点价值。我家还有几百万的黄金，用黄金交换可以吗？没用。这样吧，你带你团队的人出去猎杀丧尸，每人100只丧尸，我就可以把异能的秘密告诉你们。哥们，你要的也太多了吧？我们这些兄弟们可都没觉醒异能，你这不等于让我们去死吗？你问问我团队的女生们，看他们中有多少觉醒了异能的。杨哥，我可以和我哥他们一起去吗？随你乐意吧。罗康他们团队10多个人，需要猎杀1000多头丧尸，哪怕有蒋苑的帮忙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不过今天可能杀不完这么多，可以分好几天嘛。可以，取个整1000枚金盒吧。没问题。1000枚金盒其实还是超标了，有些低等丧尸是没有金盒的。蒋苑之所以答应，是想请林阳允许自己哥哥的团队住在这里。罗康，你们的人暂住在这里，住宿费1金盒1天，但食物和水你们自己想办法。确认下来之后，蒋苑带着罗康他们的人到外面寻找丧尸了。林阳随即喊来蒋苑小队的副手小兰，这里交给你们了，安全第一。杨哥，你这是要去哪啊？你们这边已经稳定了，我出去淘点宝贝。你该不会是担心苑苑姐那边吧？别废话这么多啊！刀子嘴豆腐心，表面一副冷冰冰，对谁都很冷漠，实际还是很在乎我们这些人的，对吧？别瞎想这么多，我走了。现实其实很残酷，事情并非是小兰想的那样，而是林阳希望他这样想。林阳在这里待着，不如出去搜寻物资来的实际。同样的时间，让他们以为自己去保护蒋苑，还能稳定军心，一箭双雕，这都是一些用人的小技巧。
拜拜杨哥。在蒋院的身上，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以后，也更愿意去追随羚羊，遵守羚羊的规则。除了蒋院手里有西瓜刀之外，罗康他们几个哥们手里要么是棍棒，要么是菜刀，一些力气比较大的男生顶在前面，充当队伍的肉盾。角落里，蒋院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杨哥，你居然偷偷出来保护我们了！对不住了，我之前不该那么误会你。大多数团队的领导都只会画饼，没想到你居然会亲临一线。没事，我只是出来搜集一些物资罢了。你们的金河考核任务还是需要自己来完成。一群人浩浩荡荡猎杀丧尸，羚羊则跟在他们后面，去沿途两旁的店面中搜寻物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先去和夏雨柔他们小队会合。好的，杨哥。羚羊从空间里拿出来一辆公交车，足够容纳蒋院和罗康10几人。虽然罗康他们已经猜到了羚羊的异能，但亲眼所见时，还是不由再次震撼。夏雨柔和许茉莉他们忙活一天，从超市里清理出一大批物资。他们同样在超市里找到了一些觉醒武器，有一些购物袋居然就是最恐怖的，甚至拥有100立方的空间。雨柔、许校花，你们这边怎么样了？今天收获还算不错，不过超市里东西太多了，一天搬不完，明后天我们还得继续过来。我虽然能一次性把所有物品都放我的空间带走，但是不能这么干，这是属于这个团队的，关键还会涉及到利益的分配，那就多来几趟吧。老公，我这儿还有个惊喜，你看。嚯，什么惊喜啊？商场里找到的储存器，这个手串足足有500立方的储存空间。夏雨柔在手串上一摸，一个脊髓液凭空出现。脊髓液，真没想到你居然能找到一只狮王。不过以你的实力，猎杀狮王确实不成问题。老公，为了对付这只狮王，我前后可得花了好些时间呢，一边要揍他，一边还要给他喂金河。走吧，所有人收队，回学校基地。许茉莉看着羚羊2个人，不由发呆。如果现在在羚羊身旁的人是我就好了，可惜我就要回精灵了。回到学校，羚羊决定先收留罗康的队伍。蒋元，你带你哥他们先找东宿舍安顿下来，他们现在不属于我们团队，怎么安排你自己搞定。好的，杨哥，我知道。蒋院离开后，许茉莉过来表白。你明明对其他人都叫得比较亲近，但为什么对我就总是校花校花的？许校花，你今天咋了？你为什么就不能叫我茉莉？你个傻子！过2天你就要和你堂姐回精灵了，就别想这些了。你难道对我就没有半点感情？有，我对你最大的感情就是感激。等过几天我会护送你上飞机，上一世你对我的恩情便全部还完了。你对我只是感激吗？如果告白的人是芊芊、佑薇他们，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，因为他们本就是我麾下的人。成为我的女人后，和妙云、雨柔他们也会加深彼此的凝聚。但许家身份不一般，即使许茉莉接受我的情况，她的家人恐怕不容许。与其换来许家的针对，倒不如得到许家的盟友关系。老公，快来吃饭吧。好了，我们过去吧。好吧。羚羊带着许茉莉来到食堂，放眼望去，乌压压全是人。林佑薇迎了上来。杨哥，白天我已经把方案做好了，你要不和大家说一下积分规则吧？好，大家现在不怕丧尸，也敢于去杀丧尸了，这是好事。但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我们的命都只有一条，请大家好好珍惜。想必大家已经注意到张贴的积分规则了。获取1枚丧尸金盒，兑换1点积分。异能者和普通战斗员统一归为一线战斗人员。每月基础工资2000积分，要求每月至少上交500枚金盒。基础福利为住宿免费、米饭免费，每月基础饮用水100升，半年5套衣服。其他需求可以通过金盒或物资进行兑换。后勤人员每月基础工资1000积分，免费住宿。各位，规矩暂时就是这样的，谁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都可以提出来。杨哥，你已经把所有事情考虑到了，我们照做就是。佑薇负责超市的营业，所有人都可以提前预支基础工资的1半去超市消费，想买什么自己去超市里挑。好耶，杨哥，我爱你。杨哥，我要给你收猴子。现场响起阵阵欢呼声，众人开始吃饭。羚羊，既然我们这边都安定下来了，你看能不能借我1台车？我想去警局把我表姐接过来，到时候方便一起去机场。你打算自己去？你要是能借我一些人，当然是最好的。行，一会儿我们几个和你一起去。饭饱喝足后，羚羊带着众女前往了云城警局。加固过的2辆豪车在街道上横冲直冲，无论是丧尸还是障碍物，统统被撞飞，车辆毫无损伤。比起羚羊他们的悠闲，警局里的情况可是相当的不好。随着砰砰一阵砸门声，柳若依和老李在房间中眉头紧锁，他们面前放着一批枪械，是云城警局的全部武装了。而外面砸门的人原本在警局中搜索，见不到任何枪械后，便开始疯狂砸着最后一道门。臭娘们，赶紧开门！我劝你最好赶紧把你手里那批枪全部交出来。云城中虽然也有一些小规模的幸存者团队成型，但大多数还是不敢洗劫警局的。但王家可不一样，他们集结了大量异能者，若再拿到枪械，到时候云城都是王家的。老李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要是不杀几个人，恐怕这事是过不去了。和他们拼了！我们手里这些枪绝对不能流出去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阿林，该你出手了。门外伴随着一道火焰在一人手掌上燃烧而起，火焰便被丢到了门上。异能的火焰比寻常火焰强大不少，一股浓烟呛得柳若依和老李一阵咳嗽。开枪！门外的人立刻竖起防爆盾牌，挡下了柳若依和老李的子弹。见攻击无效，柳若依发动羚羊帮他觉醒的精细异能，身上顿时发起金光。精细异能，呵呵，精细异能又怎样？
老子意念系异能。一人站出来，冷笑间，意念调度，柳若依便感觉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掐住他的喉咙，甚至让他无法喘息。柳队，别管我，杀了他们，快！趁现在把他们控制起来。身后冲出来几个打手，将柳若依和老李摁了下来。这女的是精细异能，抓回去献给王少。队长，这批枪已经收好了，这个男的怎么处理？杀了。你们敢？我们有什么不敢的？楼下，林阳他们赶到大厅，看到地面上躺着一些丧尸的尸体，林阳顿时眉头紧锁。不好，有人来过了，赶紧进去看看。一串密集的脚步声传来，齐刷刷的朝门口看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又是什么人？小子，你要是乖乖把你身边的这些美女留下，那你还能活着离开；你要是执迷不悟，那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说出来怕吓死你！云城王家听说过没有？我们可都是王家的人。王家？又是王家。在云城博物馆的时候，王家人封锁了博物馆，阻挠我们搜物资，态度很嚣张，2次撞在我枪口上，真想灭了王家。什么叫又是王家？动手！林阳懒得废话，一声令下，在他们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夏雨柔发动隐身异能，瞬间不见了踪影。康妙云发动力量系异能，一拳打飞好几个打手。许茉莉变出龙泉宝剑刺了出去。苗芊芊、江疏仪、林佑薇非战斗系的女生则退居后方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。林阳从空间里拿出一根钢管，一棍子打到了一人的脑袋，鲜血四溅。老公，你注意点，差点弄我身上。洗洗就好啦，基地里又不是没有洗衣机。那也很恶心啊。行，那我注意点。喂，你们别在这给老子打情骂俏的，瞧不起谁呢？意念系异能者怒吼道，说着他便调度异能朝林阳的脖颈击中。虽然这些女人恐怖，但更恐怖的是林阳，先解决林阳。只是当意念异能落在林阳脖子上的时候，他不由愣住了。居然没用，这怎么可能？意念系异能者，这也是特殊异能的一种，若是培养起来，日后注定会变得无比强大，因为它可以杀人于无形。我的异能为什么对你无效？区区一个灵阶意念者，死。林阳对着这个低阶的异能者懒得解释，一棒子过去，便让这位意念系异能者的脑袋和身体分了家。他们这支小队什么来头？不过才半分钟的时间，就把我的精锐小队杀尽了，太恐怖了！你们别乱来，否则我杀了他。为首之人拿出一把匕首，抵住柳若依的喉咙，恶狠狠地威胁道：“这个女人是我最后的希望了，若是威胁无效，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我可不想死，我还没过够啊！”放了我堂姐。堂姐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茉莉，你杀人了？要不把他们杀了，难道等他们以后复仇吗？这都末日了，你比谁都清楚，坏人只会彻底释放天性。哎，也是。刘警官，你的人受伤了。老李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腿断了，还死不了。芊芊，过来，给他治疗一下。苗芊芊点了点头，一阵绿色的光芒，只是瞬间，老李便不疼了。天哪，这难道是治疗系异能？杨哥，这个治疗需要一会儿时间，主要是他的腿骨断裂了，需要时间去纠正。你慢慢来，我们不着急回去。刘警官，这几天你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有你之前留给我们的物资，我们基本没事，不过却和上级彻底失联了。金陵那边怎么样了？也不是很好，我爸还有茉莉爸爸都在一线作战，原本从战区拉来的10多万人，在抢救物资和营救重要人员的过程中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至少锐减一半。战区中应该有自然觉醒的异能者吧？有，可相比起金陵爆发的30万级的尸潮，根本算不上什么。尸潮30万，在这个时间点是不该出现如此规模的尸潮，除非在金陵出现了尸帝级别的存在，而且至少还是2阶以上。尸王、尸皇、尸帝的智力会比普通丧尸高上不少，尤其伴随实力的提升，他们的智力会逐步增强，甚至到赶超人类的程度。回去得抓紧提升自己和团队的能力了。刘警官，你们先和我们回去吧。回去？去哪？云城音乐学院，我们的人已经把那边清理出来做基地了，团队也算是有了临时的落脚地。李哥，你在云城本地有亲人吗？我就是云城本地人，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，只是已经联系不上了。节哀。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还没有计划。你对末日比较了解，你觉得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法带一个团队？团队？怎么说？我的团队全都是女生，所以不方便再往队伍里加男生，但不代表我就要放弃男士异能者。如果是李哥，你去发展男生团队，我信得过。所以你是要我聚集一批男士异能者小队？是的，你前期发展的资源，我这边可以给你提供。想招什么人是你的自由，但一定要注意人品。若是招募过来的人无法控制，必然成大祸。你说的这些我明白，但我现在连能不能觉醒异能都不知道，没有异能恐怕都管不住这些人。这件事等等回学校之后我来安排。回到学校后，柳若依被许茉莉带去了团队核心成员所住的主楼，林阳则带着老李去了罗康他们那栋宿舍。房间内，林阳取出一枚金盒递给老李，老李按照林阳说的开始吸收金盒。李哥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我的异能好像是速度。老李尝试调度异能，
一瞬间消失又出现，整个过程不过半秒。我刚才跑到楼下折返回来，这个就是我的异能了。我感觉再适应一下，应该还能更快。相当不错的异能啊！如果能把异能的消耗控制下来，延长战斗时间，那么你的战斗力绝对相当恐怖。只要速度够快，大多数异能者都拿你没办法，更别说行动迟缓的丧尸了。这么强的吗？你的速度虽然上来了，但力量方面还需要加强。你若能达到速度与力量的均衡，那你随便就能登上强者的梯队。我一定要努力变强。我先给你一支20人的队伍，异能者和普通的战斗人员各半。明天你自己带队出门，等你自己的队伍组建起来后，这些人我就要收回了。应该的，你这么帮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。你放心，以后只要有我能够帮忙的地方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对于老李和罗康，林阳打算分作2个男士团队培养，人数没有限制，只要上得了台面，愿意跟随林阳的脚步，就基本合格。而林阳自己手里则掌控一支精锐女团，人数不用多，但只要强大的异能者。林阳回到主楼，柳若依提出了自己的疑问：林阳，听说你要积蓄力量去魔都复仇是吗？林阳，你要去魔都复仇吗？是的。去魔都路途遥远，一路上变数这么多，要是带上这么多人，还不知道会有多凶险。我不是劝你放弃仇恨，而是你要看清自己的情况，不要盲目行动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暂时还不离开这里，但想要变得更强，也必须从云城走出去，一直困守在这1亩3分地。外界的丧尸在不断变强，等这些丧尸进攻到云城就晚了。难道不能大家抱团在一起吗？抱团这种事，即便在末日前都不可能实现，就更别说是末日之后了。不少家族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，人都是自私的。那等你完成复仇后，如果有了可以帮助人类光复的能力，你想做什么？起码我不会去当傻子。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们把异能的秘密转达回去？传达回去有什么用？起码精灵那边有可以对抗丧尸的能力。那我问你，那些异能者在变成丧尸后，反过来用异能对付人类怎么办？但这些人的出现能够将更多人聚集起来对抗丧尸，就像你一样，异能是我们对抗丧尸的最大工具，总不可能不用它吧？那我再问你，就算大家团结起来，组建成了各个团队基地，也一起去应对丧尸了，但把丧尸解决以后，为了统一秩序，全球再次回到人吃人的情况，你觉得这场战斗会打多久？又会死上多少人？我觉得你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了，到时候肯定会有人牵头组建一个联盟，恢复星球上的秩序。那么这件事末日前做成了吗？刘警官，这个秘密的背后是非常严重的蝴蝶效应，一旦事情脱离了我们的掌控，那么这个责任就没有人承担得起。堂姐、林阳，你们都别说了，我们吃点东西吧。刚才我们就是讨论罢了，关于金河能觉醒异能的事情，我是不会传回精灵的。没事。我敬你，谢谢你救了我和茉莉。你们帮我，我救你们，应该的。第2天一早，罗康和蒋院便带上罗康的弟兄们外出继续猎杀丧尸，获取金河。老李和柳若依带了一支林阳给的临时小队，去搜寻幸存者，给老李组建异能者男团。许茉莉和琪琪带一小队继续去商场搬运物资。客厅里，林阳带着康妙云、夏雨柔闭关，准备提升异能实力。除此之外，治疗系的苗芊芊、读心术的江疏仪，这2个能力也相当重要。2人也被林阳叫了过来。灵阶金河每人1000枚，另外这边备有几个1阶狮王的金河。如果你们在吸收完1000枚灵阶金河后，感觉还是升不到2阶的话，就把这1阶狮王的金河吃了，它的能量相当于10枚普通1阶金河，等同于100枚灵阶金河，开始吸收。7小时后，林阳首先完成了1000枚金河的吸收，突破2阶实力。随后夏雨柔也冲关成功，没有受到丝毫阻碍，成功突破2阶。10小时后，江疏仪成功托盘。13小时后，康妙云和苗芊芊同时突破2阶。他们的吸收速度虽然比较慢，但冲关时并没有感受到阻碍。林阳他们闭关期间，林佑维使用异能查看未来，他看到了飞机和大量丧尸的画面，测了好几次都没看到最终结果，直到出发前测了最后一次，飞机依然没有起飞。得知测试结果，林阳不禁眉头紧锁。看来上一世许茉莉和柳若依没能离开云城，大概率是因为这些丧尸为了确保安全，这一趟有异能的战斗者随行，其他人留下。一辆辆车朝着云城机场的方向出发，前面500米就是云城机场，所有人保持高度警戒。林阳，我这边已经和丧尸正面碰撞上了，机场周边的丧尸是真的不少。老李这趟过来，带上了他这2天募集的成员，在精神刺激下，有个人开启异能，一个是水系，一个是火系。老李的车在压死99只丧尸之后，砰的一声撞到了一个奇怪的丧尸。林阳，有特殊情况，有一只丧尸好像拥有异能。防御系异能丧尸吗？要不我也伸瞬移过去，一把火给他烧了。行，即使是防御系异能丧尸，也抵御不了火。夏雨柔瞬移到前面老李的车队前，丢了一盆火，瞬间烧死几只丧尸。但奇怪的是，越来越多的丧尸前赴后继的被吸引来。奇怪，这个时间点怎么会出现尸潮？火系异能者全部去前面助燃火焰。林阳下达指令后，给林佑维打去了电话。佑维，你在预知未来里有没有看到一些特殊的丧尸或者奇怪的画面？没有，
我除了看到成堆的丧尸之外，没看到奇怪的画面。对了，我唯一让我奇怪的是，你们战斗了一天，队伍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受伤。不用金河，再预知一次。啊，死了，大家都死了，只有杨哥你活着，但被丧尸包围，基本也是死路一条了。难道是蝴蝶效应？我重生一世，还没复完仇，绝不能死在这里。这2次预测相差的太多，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右威的预测。眼下当务之急是想办法突出重围。眼看因为异能丧尸和尸王的吸引，尸潮不断涌来，火系异能者们能量也大有消耗。羚羊从空间里放出一台无人机，丢下炸弹。情况越来越严重了，好像有尸王领了一帮丧尸过来，数量特别多，有可能过2万。丢弃阵地，所有人紧急撤退。许校花，眼下情况危险，我们必须赶紧撤退了。等我们回去后再想想其他的办法。撤退吧，要是再继续待下去，大家都会陷入危险。妙云，你去支援雨柔，安排大家撤退，我们殿后。康妙云接到命令之后，便去配合夏雨柔了。虽说是撤退，但也不是这么快就能完成的。羚羊下车，丢出挖掘机碾压丧尸。羚羊挥手从空间里拿出3架飞机，康妙云和夏雨柔带着大家往飞机处撤退。眼见丧尸围堵，市群中甚至出现大批其他种类的丧尸异种，地面已经无路可走。羚羊拿出3架飞机供众人撤退，但无奈变异丧尸太多了，飞机还没起飞的时候就被变异丧尸破坏了。第1架甚至刚起飞就直接坠毁了。不对，上一世许茉莉和柳若依也来了这里，但是如果当时情况这么严重，那他们是怎么活着回来的？突破点是什么？妙云、老李，你们抓紧时间让大家吸收晶核补充一下异能。谢了，这批晶核我回头还你。没事，这时候要是有几枚导弹就好了。真可惜末日前也没条件去收重型武器。奇怪，我们离这里3公里的时候，我爸就说飞机已经快到了，这都过去半小时了，接我们的飞机还没出现。飞机？让我好好想想。杨哥，我预测了，这一次既没有飞机降落，机场也没有人，更没有丧尸。姐夫，右威姐彻底昏迷了。照顾好她，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。3次预测，3次结果都不一样，而且差别还如此之大。没有飞机降落，机场没有人，也没有丧尸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是被人救了，在逃离的路上把丧尸引走了吗？忽地，羚羊眼前一亮，心中出现一个惊为天人的念头。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幻境，并且还是人为制造的？羚羊被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，但为了活着，必须尝试。所有人立刻躲回车里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。一声令下，车顶只剩下羚羊一个人。只见几只丧尸跳到车顶，划伤羚羊的身体。羚羊强忍剧痛，身体作势朝后倒下。夏雨柔反应迅速，将羚羊拉回车里。羚羊，你怎么样？你可千万别死啊！芊芊，你赶紧给老公治疗，快啊！慢着，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所有人立刻在车内恢复异能，我们没事了。羚羊的话让众人皆是震惊。明明外面丧尸无数，危机依旧存在，但羚羊竟然说他们没事了。难道杨哥疯了？老公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根本没被丧尸咬。上一世被丧尸抓伤后，除了皮肉疼痛之外，还有一股渗入灵魂的疼。但刚才抓伤时，只能感受到皮肉的疼痛，这果然是一个幻境，如此恐怖的存在。要是能得到它，简直无敌。杨哥他确实没受伤。我们正在一个巨大的幻境中，幻境本身就会影响现实，也影响了右威的预测。听着羚羊的分析，众女皆是陷入了沉默。我先下去破解这幻境。老公，我们和你一起去吧。先别，万一幻境中是真的有丧尸怎么办？芊芊的治疗异能虽然已经到了2阶，但也只能同时压制一个人的尸体。你们在这等我。伴随着羚羊跳进尸群，丧尸们吼叫着朝羚羊的方向进攻。羚羊闭上眼，任由丧尸对自己造成伤害。足足30分钟后，羚羊突然感觉自己身上的疼痛消失了。在睁眼的瞬间，身边的场景轰然碎裂，身边的无数丧尸瞬间全部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一辆辆车在空旷的路面上，周围全是死寂。众人连忙从车里出来，朝羚羊的方向跑去。老公，老公，杨哥，羚羊，你怎么样？茉莉，你赶紧让一下，让芊芊给老公治疗。杨哥的情况很严重，大脑受了很严重的刺激，最好要把杨哥送回基地里。雨柔、妙云，你们赶紧派大家进入机场搜寻，任何东西、任何人都不能放过。我要找到制造幻境的关键，到底是什么人在幕后搞出了这件事？上一世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显然就是冲着自己来。云姐，你先送老公回去吧，这里交给我。好。房间内，苗芊芊继续给羚羊治疗。许茉莉接到父亲电话。茉莉，飞机进了云城地界，但是没有成功降落，我必须好好核查一下。过几天我再想办法的接你和若依回金陵。爸，我暂时不想回去了。可是情况太危险了，我们不放心你在云城。主要是羚羊足够保护我，他可是带着我们杀了好几万丧尸的人，
而且队伍不过几百人。这怎么可能？因为羚羊一个人就是一个军队。哎，爸，你放心吧，我和堂姐都会没事的。那也只能这样了。替我谢谢羚羊，这份情我们许家记下了。刚收到消息，王家和刘家这两家的联合军在云城四处募集幸存者，壮大他们的团队。蒋元的小队被抓走了，他们这是要吞并云城。那我们聚集人手杀过去。正面战斗风险太大，但不代表我们要放弃蒋元他们。通知各个小队物色一些信得过的人，准备接下来塞给两家的联合军。我们里应外合，从内部瓦解。信息差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